打工仔猝死重生黑熊宝宝，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躺在一只黑熊的脚下。我难道真变成一只熊了？老天啊，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呀！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呢。丁，超级进化系统激活，宿主可通过进食一切营养物质获得进化点。发达了，果然我还是老天爷最爱的那个仔。哟，敢跟大哥叫板？以后我就是老大，你就是老二，外号熊二，有没有意见？服不服？我服了。哎，真是个傻子，哪有人不对是熊？偷袭的时候还要吼一声。小样也可是有系统的人。孩子们，跟我来。终于要出去了。大哥，等等我。现在还是冬天，食物还很不好找。熊妈靠着敏锐的嗅觉，找到一片被雪掩埋住的浆果，大口大口的吃起来。熊大看到后，也跟着吃了起来。酸酸的，有点回甜，这不就是蓝莓吗？这东西也能吃？好酸！我怎么又惹妈妈生气了？二娃，冬天里食物稀缺，我们不能挑剔。如果你不吃，就会饿肚子，甚至可能饿死。你必须学会适应，珍惜每一口食物。好吧。亚洲黑熊的冬眠期应该还有半个月，这只黑熊怎么带着2只幼熊出来觅食？肚子扁扁的，原来是只赖母熊，没有囤积冬眠的食物。不过这只幼熊怎么这么大，外貌倒是威武，完全不像狗熊。不知道亚洲黑熊能不能出现一只熊王？几天过去了，熊妈凭借黑熊过人的嗅觉，在雪地下不断找到各种植被进食。熊大心里松口气，这样下去，他们3熊应该能度过这个冬季，自己也能正常成年。那是一头鹿的尸体，熊妈是在确认安全。孩子们，没有危险，我们过去。咦，是枪伤，不会有偷猎的吧？我就不信自己这么倒霉，变成黑熊还没成年就被人抓到马戏团。一家3口吃饱后，熊心满意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头灰色毛发的老狼走进鹿尸，狼眼残忍地望向叶阳他们离开的方向。几日后，熊妈肚子里的鹿肉消耗完毕，没有带上幼熊，独自出门觅食。熊大来到洞口看风景，熊二贼兮兮地跑到洞口，熊妈不在，很想出去雪地滚一圈。为什么不让我出去玩？又皮痒了。未战先怯，如果不是知道你是我兄弟，还真以为你是只土狗。这股气味是狼。我有进化点的帮助，加上人类的智慧，一定能战胜老狼。就你会咬人，老子也会。大哥加油，咬死他！大娃真棒，才3个多月大就能和老狼搏斗，将来的大娃必是熊王。这一次与老狼的战斗真的是背水一战，如果自己表现无力一点，说不定躺在地面上的就是我了。熊妈为什么只关心大哥啊？明明打老狼我也出力了呀。熊妈带着小熊出来觅食，却直接无视了吃草的小动物们，而是低头刨地进食起植物根茎。好歹也是200多斤的杂食动物，咋就不努力猎杀些动物呢？大的吃不到，小的还不行吗？好机会！这山猪还挺聪明。吃饱后，熊妈爬上了一棵大树，不一会就叼着一个大蜂巢慢悠悠的下来。吃完蜂蜜甜点，熊妈没有带着他们离开，而是熊二像刚才他那样爬上树。熊二望向面前5米高的大树，神色不知所措。熊妈这是在教我们熊崽子爬树的本领。我怎么生下来这么个怂货？废物熊二，看我的！没想到大娃这么快就会上树了。以前我带过的幼熊可都是要10几天时间练习才能逐渐掌握爬树的本领，不愧是老娘生的大娃，果然了不起。大哥这么简单就爬上树，看来爬树应该是件简单的事。废物熊二，咦，那是不好，有老虎！熊妈听到呼喊声，赶忙叼着熊二上了树。偷袭失败的东北虎慢悠悠地来到树下，看到奈何不了他们一家3熊后，果断从树下离开消失。熊妈因为老虎的袭击，这几天一直神经绷紧不敢放松，严格督促熊二掌握爬树的本领。最后经过无数次衰落，终于勉强学会爬树。然后熊妈又带着自家的熊崽子来到一条小溪边，开始教游泳。这二娃也太怂了吧，竟然被将死的食物吓住，真是给老娘丢熊脸。还好有大娃在，不然浪费老娘这1年的青春。教完游泳，一只羊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熊妈刚想冲出去抓羊，却被大娃拦住。大娃，你为什么拦着我？就这样傻憨憨的冲过去，肯定抓捕不到灵活的羊，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去将它赶过来。叶阳说完就悄悄地绕到了绵羊的后面，然后猛然冲出，绵羊被惊得整个身体原地跳了起来。
必然向着相反方向迈开蹄子急速逃走。没等绵羊身形跑远，一头巨大的黑熊从一侧草丛猛地探出，扑倒了绵羊。干得好，大娃2个月后，已经长到100斤的叶阳单独出来觅食，正在他大口吃着蜂蜜时，一头强壮无比的雄性黑熊突然出现在前面。真是倒霉蛋，刚离开熊妈独自活动，就遇到一头强壮的黑熊。黑熊在饥饿状态，可是会吃同类的，得赶紧通知熊妈。叶阳快速跑回洞穴，将黑熊到来的消息告诉了熊妈。这时黑熊也跟着气味来到了这里。熊妈看到后没有害怕，而是走向了强壮黑熊。没有战斗，难道这是熊爸？这是我的2个熊崽子吗？一只咋比另一只大那么多？这巨大的体型都快成年了吧？熊爸来到小熊身边，仔细地闻着它们的味道，记住了2只熊崽子的味道后，便离开了这里。这片森林领地资源远远不够支持他与熊妈的胃口，为了熊妈与2个熊崽子的生存，只能无奈地离去。重生成黑熊的叶阳独自在山林游荡着，凭借过人的嗅觉找到了一根野人参，有股浓浓的泥土味，像是在吃木头纤维一样。丁，进化点加5。我靠，5点进化点，一根野山参就有5点进化点，再来几根熊爸都不是我对手了吧？不过野山参这么稀罕的东西，找到1根都算是运气好了。咦，这是人参种子吧？既然没有，我可以种啊。嘿嘿，吃一根大自然的人参，再种几颗种子回报大自然，我可真是只有良心的黑熊。叶阳眼神打量四周环境，眼神深深地记住这个位置，然后转身离去。叶阳不知道的是，不远处大树上的摄像头清晰记录了他的一切动作。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要是发到网上，视频播放量一定会爆拔。这地方第一次来，希望不要遇到老虎。是只狐狸，不是大型捕食者就好。原来是一只小白雕，还不够我一口吃的，还以为堵到一只大白兔或者美味的大竹鼠呢。王教授，山路劳累，你就回酒店休息吧。换取无线摄像的工作就让我们年轻人来做吧。小若不用劝我了，秦岭1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顶尖的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物种丰富，平时很少有机会进来看一看，我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再说，保护区内还有老虎、豹子、棕熊之类的危险，如果你们出事了，我怎么跟学校与你们父母交代？其实保护区的动物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危险，只要我们不激怒动物，动物一般看见我们团队人多都会躲避。而且这次取摄像的路线与区域都没有大型猎食动物，很安全。鲁飞大哥，我是你 B 站的粉丝，你前几天拍的黑熊视频我看了，那视频里的内容是真的吗？对啊，鲁飞大哥，那头黑熊为什么种植人参啊？是不是成精了？视频当然是真的，我以我往后单身10年的时间担保，这头可爱的黑熊肯定没有成精。至于为什么黑熊会种植，我也不知道。大自然何其的庞大，每天都在发生无数神秘的事情。我们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研究与观察，了解动物行为深厚的意义，好采取行动保护濒危的它们，保护大自然和整个生态圈。安静，都别动。这护林员的警觉性好高，竟然能发现我。呀，你们看，好像是网上视频里的可爱黑熊啊！没想到刚进保护区就能遇到白月，真的是太好了。安静，别吵，声音会激怒黑熊的。白月，我什么时候有新名字了？不过这名字外号听上去倒是不错，好香啊！李小若同学，快把你的背包里的食物丢给黑熊，不然黑熊是不会走的，可能还会进攻。哦，好的。沉迷在黑熊可爱的外表的李小若惊喜，打开身后背包，扔出2个三明治和1瓶牛奶。糟了，塑料包装还没拆呢，黑熊吃下塑料对身体不好吧？鲁飞叹了口气，他本不想使用麻醉枪麻醉动物，因为那样可能对动物的神经不好。可是跟进食塑料包装的危害比起来，只能麻醉了。等等，你们看，只见叶阳熟练地撕开塑料包装，将完整的三明治送入口中，闭上熊眼，流露出享受的表情。众人完全震惊了，不可思议地看着黑熊。你们自然保护区有人为喂食过动物吗？自然保护区我们护林员都很少进去过，更不要说别人了。而且在自然保护区喂食太危险了，没有人敢这么做。不等他们多想，叶阳用锋利的爪子划开牛奶盖子，仰头几口喝完了，舔了舔嘴唇，继续雄赳赳地看着他们。同学们，把背包里的午餐都丢过去。叶阳吃完食物后，转身离开，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回首望着原地正观察他的那群人。既然那群人确定不会伤害我，那为什么不跟着他们，从他们的对话里得到些珍贵的情报？本熊真的是聪明。王教授，你觉得这黑熊跟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看他也没有进攻的欲望啊。可能是好奇吧。黑熊第一次见到我们人类，想确定我们对它有没有威胁。时间来到中午，一群人又累又饿。叶阳想到他们的食物都被自己吃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望了望周围环境，转身向一个方向走去。一会儿，一声巨大的吼叫声传来，在休息的众人以为黑熊要来袭击了。鲁飞更是快速提起麻醉枪，可是没有见到黑熊的影子。是白月离开的方向，白月可能遇到危险了。瞎担心，这片区域没有大型捕食者动物，威胁不到那头黑熊。况且刚才的熊吼并没有激烈的情绪，亏你们专业还是研究动物的呢，真是白看了那么多的动物学资料视频。王教授，那白月干嘛吼叫那么大声啊？这我哪知道，我又不懂熊语。这简单，我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愿意去看的同学就一起出发，剩下的同学待在原地，不要离开这片安全的区域。重生成熊的叶阳吃完了大学生的午饭，
竟然跑到树上给大学生摘果子。王教授，黑熊这是在为我们摘果子吗？看这样子应该是的。难道我们也遇到了像网上那样有灵性的动物？同学们有口福喽！野生新鲜的迎春果，味道可是极其美味的。就在众人吃果子的时候，叶阳跑到小溪抓了几条肥鱼，放在离人群不远处的石头上。白月捕鱼放在石头上干嘛？会不会是为我们捕鱼的？不可能吧，这黑熊不会这么聪明的，它待会应该会来到石头这边吃钓鱼的。为了响应这句话，叶阳故意离了石头远远的，躺在一棵大树阴影下看着这边。我看真的是给我们捕的吗？白月真是好熊啊！我捕鱼可不是为了你们。这鱼好香啊！废话，这野生溪流长大的鱼可不是人工养殖的能比的，待会吃鱼小心咬到舌头。好羡慕黑熊啊，在这么美丽的保护区生活，又是吃人参、迎春果和这肥美的鱼肉，我也想变成一头熊，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西西，你一定变的是臭笨的狗熊。一群人说笑中，鱼肉终于烤好了。叶阳突然叫了一声，将所有人赶走，自己吃起了烤鱼。太好吃了，果然还是熟的食物，味道好吃。我看又来一头黑熊，这头黑熊好像比白月大很多。不对啊，这片区域应该不会出现黑熊的，都小心点，这是头带崽的黑熊。叶阳看到熊妈的出现，赶忙起身跟熊妈会合，带着熊妈一起离开了这里。熊妈可是真正野生的杂食黑熊，说不定会进攻人类。没想到母熊来的目的竟然是带着白月离开。白月是不是熊霸啊？看不出来，白月这么呆萌可爱的黑熊，竟然都是为人妇当熊霸了。是啊，不过白月应该是妻管严吧，体型还没老泡大，吵架还不得被老泡挠死。好了，别开玩笑了，熊都是母熊单人带娃，白月不可能是熊霸。那3头黑熊我好像在冬季的时候看到过。哦，那头黑熊真是熊霸啊？不是，它是幼熊，是那头母熊的熊崽子。怎么可能？白月的体型至少有100多斤，都快成年了。我也很难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那头母熊的领地在不远处的森林，我有很深印象。哎，小溪中鱼的资源也越来越不够了啊！看来熊妈的森林领地只能养活一头成年黑熊，我是该出去闯一闯了。叶阳向熊妈道别后，就迈动身体缓缓离开。熊二看着大哥走远，以为大哥又出去玩了，他的小脑袋还不明白，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大哥了。我的天，这雨水好大！观众朋友们，这老天真是说变脸就变脸啊！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天气来得太突然了，准备的户外直播内容恐怕直播不了了。我靠，树后面好像有个大大的黑影。真的有黑影，我还以为是幻觉看错了。我也看到了。我老刘虽然胆子小，你们也不用说这种3岁小孩都骗不到吓唬了，还树后有恐怖的黑影。你们怎么不说树后有吃人的老虎呢？两人边说边绕到树后，一看，果然树后没有吃人的老虎，只有一头大黑熊。短暂的沉默后，刘猛拉着双脚颤抖不停的李青缓慢靠后，缓缓退到50米外，他们才转身撒腿跑向村子。我这可爱的外表有那么吓人吗？我又不吃人，怕我干嘛？两人一路跑回到院子后，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刘广眼睛看向李青手中的直播设备，屏幕还亮着，他们才想起直播还开着呢。那头黑熊近距离看好大个头，都要将近2米了。还好没有攻击农家兄弟，不然危险了。不过我总觉得那只黑熊有点眼熟，这好像是白月黑熊，好像真是，竟然是1个月前火爆全网的白月。农家兄弟直播蘑菇炖鸡，飘出的香味将重生成黑熊的叶阳给引来了。考虑到白月黑熊在我们村外出现，我们今天就老老实实在院子里直播。今天的直播就是香菇炖鸡。哎，真希望能去拍拍白月黑熊，这么可爱的黑熊，不知道你们在怕啥？兄弟是不是电视里温顺的大熊猫看多了？那可是野生成年黑熊，信不信一巴掌能把你脑袋锤爆？没错，这位兄弟说的对，成年黑熊很危险的。我小时候亲眼看到一头黑熊溜到猪圈，一个熊掌把家猪的脑袋打爆。好香啊！嘿嘿嘿，黑熊！我靠，白月进院子了！农家兄弟的手艺不错啊，竟然连熊都吸引过来了。别开玩笑了，有没有当地的兄弟？赶紧报警啊！赶紧用水把火灭了，马上要糊了。老刘，这头黑熊想干嘛？不像是要攻击我们的样子。确实不像是要进攻的样子，感觉好像是要我们把火灭了。怎么这么笨呢？看不出本熊的明示吗？好像确实是要我们灭火，他也太聪明了吧！刘广说完，提着水桶灭了火，然后悄悄退到李青身边，看到叶阳的注意力全在大锅里的食物上，两人慢慢的跑了出去，通知村里人小心黑熊，然后打电话通知附近的护林员。叶阳等大锅的温度降下来后，开始狼吞虎咽的吃起了鸡。吃饱后，叶阳就慢悠悠的往后山走去。请问那头黑熊现在在哪里？有村民看见黑熊往后山跑了，我带你们过去。呵，谢谢老乡了。一行人来到后山，很快就找到了趴在树上休息的叶阳。鲁飞担心直接麻醉会摔伤叶阳，就在村子里买了一只山羊放到树下，只是叶阳并不上当。白月这么机灵，哪会这么容易上当？这个月他体型竟然比熊妈还强壮了，领地不够养活2头成年黑熊，他没驱逐熊妈，而是自己离开，真是聪明又善良。我得想想办法。鲁飞拿起手机跟领导通话，一段时间后，他挂了电话，重重的松了口气，终于搞定了。没想到领导竟然同意你留下监督黑熊。那当然，领导也是黑熊的粉丝，这样就不用抓黑熊回去了。走吧，我们回去。终于走了，那群人不会以为本熊只是头呆瓜吃货吧？
没有药物异味，可以吃。味道不错，但肉质明显没有野生的羚羊好。现在叶阳已经是一头成年黑熊，进食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地上只剩下一地散架的羊骨。此时天色已晚，村子后山很小，根本没有休息睡觉的山洞，他要找个住所。记得白天那个主播院子里有个宽阔的大棚。来，路飞兄弟，敬你一杯，以后村子里的安全全靠你了。放心吧，白月很聪明的。上次我陪同一群学生去保护区遇到他都给我们摘果子，还为我们补阴呢。真的啊？鲁飞兄弟，你详细说说。鲁飞喝了手中的酒水，笑着回忆说起1个月前的往事。院子中的狗仔突然发出急切的吼叫，刘广心里一凉，想到今天的相似的场景。一群人来到门口，看到一群狗仔躲在远处，对着大棚下一团大黑影犬吠。借助屋内昏暗的灯光，能看到一头漆黑庞大的黑影趴在那里。鲁飞兄弟，怎么办？大意了，没想到白月会潜入到村子里，刚刚下过暴雨，可能黑熊没找到住处。你们小声点，放心回去睡觉吧，我去村里拿麻醉枪盯着他。去睡吧，我来盯着。刘大哥，麻烦你叫几个壮小伙，待会一起来给黑熊装定位器。给本熊安定位器，我可不干。白月兄弟呀，我这是给你装定位器呢，可千万别动口，我真没恶意。在自然保护区外，我就是你的监护人。这定位器只要你离我50米远，我手机就会震动提醒。想留在保护区外，就得装它。放心，你的伙食包在我身上。鲁飞成功注射定位器，众人长舒一口气。叶阳侧头看了看腰上的红点，又看向鲁飞手中的注射装置，眼中闪过一丝新奇。还以为是前世那种套脖子的狗圈定位器呢，看来这个世界的科技比我前世发达一些，连这种科幻的黑科技也有。众人散去，农家兄弟正准备直播，刚出门，没想到叶阳起身跟着他们。因为叶阳的出镜，直播间人气在不断上升，农家兄弟收获了整整50万的礼物。辛苦老板了，以后麻烦一天送一头新鲜的猪肉到这。大客户啊，需求肉量这么大，只是这个院子不像是开饭店的样子。请问兄弟，这些猪肉都是做什么的？黑熊。不错不错，一头100斤的猪肉，虽然味道差点，但进化点是实打实的，以后就安安稳稳在这里生活吧，管吃管住真好。熊人族永不为奴，除非包吃包住。黑熊喜欢吃猪肉吗？喜欢吧，毕竟黑熊是杂食动物，但肉明显含有更多的能量。那哪种肉黑熊最爱吃？应该是牛肉，牛肉纤维层次丰富，肉质比较好吃，风味味道都比较适合食肉动物。可惜领导没有批足够的资金，白月1个月只能吃几次牛肉。哈哈，从明天开始，白月天天吃牛肉吧。白月今天一天赚了将近100万大夏币。重生成熊的叶阳在刘广家安了家，没想到他竟然有一个不怕熊的女儿。老刘，这熊真的不攻击人吗？孩子他妈，放心吧，我用我的人格保证，如果女儿受伤了，我一定要你好看。好的，你放心好了，我保证不会有事的。吃饭了，白月。怎么全是水果？白月别挑食啊，这可是动物营养师专门为你定做的套餐，你不能再一直吃肉了，不然对身体不好。算了，偶尔换换口味也好，反正主食依然是肉。不好了，鲁飞，白月吃了王大伯家里的山羊。什么？白月从来没有离开过我50米远，怎么可能有机会吃羊？带我过去看看情况再说。不可能啊，白月这么会吃老乡的羊，每天吃得饱饱的，完全不饿，没有吃羊的理由啊。我也不信，走吧，一起去看看。我什么时候吃了别人的羊了？哎，我的羊啊，今年的收成没了，我该怎么过啊？这真是白月干的。那还用说？村子里除了那头狗熊，还有什么家伙能干成这样的事情？就不应该让狗熊待在我们村子。对，这次是吃羊，下次就得吃人了。王大伯别伤心了，这些羊由我来赔偿。小刘啊，钱是小事，你们以后可得小心点啊。好的，兄弟在看什么呢？我觉得这些羊不是白月咬死的，我也不相信白月干的，可是没有证据啊。这就是证据，熊吻不狭长，犬牙短粗，这伤口咬痕密集，不是熊造成的。可村民不懂这些啊。臭狗熊来了，小心点大家！我靠，全都咬死了，一定要找到凶手。如果让他们觉得我是头攻击性的野兽，那么就不能在这个村子生活了。跟我走。走，跟上去。叶阳循着味道来到后山一片密林前停了下来，眼神死盯着一个方向，一头花豹正死死盯着他，身下还剩下半只吃剩的羊尸。鲁飞与刘广眼神露出喜意，这样就证明了白月的清白。鲁飞从背上取出麻醉枪，飞针划过空气，精准地打中花豹，花豹转身就跑，刚跑几步就无力地摔倒在地上。没想到这麻醉效果这么强，不知道我能停几秒。呀，这头花豹好丑啊，一点也没白月可爱，还臭臭的。别靠近，这可不是白月那样的灵性野生动物，这头花豹可是会咬人的。哦。联系好了，等明天就有人来取走花豹，送回保护区或者动物园。晚点取走也没事，有白月在这，这头花豹还能上千不成？说的也是，哈哈。不久后，花豹从沉睡中清醒，睁开眼看见一头巨大的熊，身体却慌张地向后跑去，一头撞在身后的铁笼柱子上。哈哈，好傻的豹子啊！叫你这家伙害本熊差点背锅，活该！感觉和猫没什么差别嘛，看上去好凶，一点都不可爱。花豹毛发炸起，
尽管听不懂眼前两角兽的幼崽的言语，但他能感受到眼前的两角兽幼崽在羞辱他。这时他看到上方有一个小洞，一跃朝着铁笼上方方形出口扑去，逃出了笼子。这些愚蠢的家伙竟然会把我关在有漏洞的铁笼子里，真是够傻的！花豹猛然向着瑶瑶扑去，白月突然出现，直接将花豹扑向一边，压到了他身上，一巴掌把花豹捶死，然后开始进食。等鲁飞、刘广听到熊吼声出屋，看见叶阳在进食地上的豹子。鲁飞叔叔，不要开枪伤害熊熊，熊熊刚才是在救我。什么？鲁飞放下手中的麻醉枪，等刘瑶瑶说完刚才发生的一切，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眼神感恩与复杂的看向正在进食的叶阳。这花豹可惜了，咋地？这个花豹自己作死，可不能怪我吧？虽然我只是个国家2级保护动物，比不上花豹1级保护动物，但我就吃了，你能拿我怎么办？本熊今天心情不错，长你们了。叶阳从豹子嘴中救下刘瑶瑶的事情影响极大，村子里的居民知道了，开始真正的从心里接受她的存在。这事情流传到了网上，让叶阳又火了一把。对此，叶阳毫不关心，只要不打扰他美滋滋的小日子就行，继续过着吃饱喝足的日子。好家伙，同生成熊的叶阳竟然跟着刘广去赶集。好逼真的绒毛大熊玩具，真想给我女儿也买一个。老哥，这是真的熊啊！你没看到开车的人是刘广吗？我透，怪不得这么逼真，这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百越吧。白月一会儿跟着我们，别乱跑啊！好多人啊，这可比村子上热闹多了。两人一前一后带着黑熊走动，眼神时刻注意周围的情况。叶阳跟着他们慢悠悠地走动着，不时探头看向周围的景色，突然身形顿住，停在原地，熊眼直勾勾地盯着一个镇子口的摊贩。这是在瞅什么东西？差点忘了，白月好像喜欢吃野山参。走吧，我们去摊贩看看吧。野山参。两人带着叶阳来到摊贩前，摆摊老汉本想招呼两人，可一抬头就看到一头黑熊站在眼前，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熊大黑熊，哈哈，放心好了，这是黑熊白月，不会攻击人的。吓死我了！看不出你这家伙胆子很大，敢养一头黑熊。嘿嘿，记呀记呀。地摊上的野山参随便挑吧，童叟无欺。这些地摊上的野山参虽然看上去有年份，但大多数都是做过旧的，很难有好货。只要吃不坏人，不对，熊就好了。让白月挑一些吧，吃完以后再来买。既然要挑，那么就要挑最好的。摊子上的野山参外观都差不多，叶阳用熊鼻子嗅了嗅，找到几颗气味浓重的野山参，伸出熊掌把挑选好的挪在一块，转头看向鲁飞。老板就这些吧，打包。不行，我不卖了。摊贩老板急了，因为白月挑选出的野山参竟然都是真货，如果把这些正规的野山参卖了，那真的是亏到老罗家了。不好意思，今天我收摊了，下次早点来买吧。老李，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是啊，客人要买野山参，你竟然赶着收摊，脑子有问题吧？不会是舍不得那几个野山参吧？去，我想什么时候收摊就什么时候收摊，关你们啥事？不好意思，两位，今天真有急事，得早点收摊。好吧，老板，那我明天再来买。还带这头熊？当然了，买的野山参就是为他吃的。真是老天的报应，一向只有我坑别人的份，没想到老李我也有被人，不对是被熊坑的一天，一共5根，3万元，付钱吧。这么贵，如果买到假的野山参，不是亏大了？我相信白月那个机灵的家伙，我还没有看过他吃亏呢。三人说说笑笑就要离去，突然叶阳抬头熊眼望向一个方向，他感到一股熟悉的气味，独自向那个方向走去。白月，回来，快跟上吧，不要让白月伤人。好。叶阳缓缓往最热闹的一条街走去，后面跟着的鲁飞很紧张，手里静静握着麻醉枪，希望白月不要发狂。没走多远，叶阳循着气味停在了一个小店面前。宠物店，白月咋带咱们来这儿了？难道白月没吃饱，想要加餐？我的天，大狗熊！宠物店老板被吓得直接龟缩回店内。过了一会儿，他稍微缓过神，突然想起村里农家兄弟养的网红黑熊。哎呀，莫不是那头网红黑熊？你们是来买宠物饲料的吗？不过我们这是小型宠物店，没有大型宠物的饲料。我们不是来买饲料的，是黑熊白月带我们来这，可能这里有东西吸引他。不，这熊这么火，如果他能在店里面待上一段时间，拍个视频传到网上，我的生意肯定也会火起来的。来，热烈欢迎你们进来吧！还有白月的到来。叶阳进来后，循着味道，在一个角落找到了目标，走近发现铁笼里躺着一只小白雕。这是我1个多月前在狐狸嘴下救下的小白雕，没想到它竟然也进入到人类社会了。这是英雄，我一定是晕过头了，竟然出现幻觉。那只可恶的大胖子两脚兽又来了，还带了这么多两脚兽，这是要一起吃了我吗？太残忍了，我就一点肉啊！不对，竟然两脚兽都是真的，那么英雄就也是真的存在，不是幻觉。英雄，救救我！好可爱，比这白雕有些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发财了，发财了！这视频发到网上肯定爆火，还发财？你准备去坐牢吧？坐牢？坐什么牢？贩卖珍稀野生动物？切，你在开玩笑吧？所有国家保护动物资料我都熟悉，我店里可不收那些保护的野生动物。那他呢？他别开玩笑了，小白雕也算是野生保护动物。自己看。
太原200雪貂濒危等级灭绝，保护等级特级。不知道该说你倒霉还是幸运。这太原200雪貂是大夏特有物种，几十年前就灭绝了，没想到你这儿冒出一只。你说贩卖灭绝动物的判多少年？兄弟，这是有人在秦岭外围刚抓到的，然后卖给我的。不对，是放在我店这里的。护林员大哥，保护动物人人有责，我愿意出这一份力，你就拿走雪貂吧。你倒是挺识相，放心吧，毕竟太原200小白貂很少有人知道的，事出有因，你不用负责。对，多谢大哥的理解。好家伙，随手救的竟是灭绝动物，还好当时没吃它，不然成罪人了。等等，我都变熊了，操这心干嘛？还是逍遥自在要紧。等叶阳带着人离开，老板突然一拍脑袋，从此这个镇上多出了一家名叫白月黑熊的宠物店。自从小白貂来到了家里，重生成熊的叶阳每天都被吵得睡不着觉。小白别跑，就让我摸一下嘛，你别老往白月身边转啊，它是只大懒熊，别吵到它睡觉了。我已经被吵醒了，以前那小家伙一个人闹不起来，还能得到一些清静，现在多出个小白貂，以后好梦难求了，还不如狗仔这么可爱，真希望能出去避一避风头。几天后，院子里突然来了一群人，鲁菲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叶阳也被声音吵醒，好奇地打量着院子里突然出现的这么多人。原来他们是要拍摄一部宣传秦岭自然保护区的直播节目，而且邀请了国外知名的探险家贝爷，还有国内2名顶尖的女明星，而叶阳也是这次直播节目的主角。这节目来的正是时候，两个小家伙整天叽叽喳喳吵得头疼，出去透透气倒也不错。哇，白月也太可爱了吧，就像个超大号的可爱熊娃娃，请问我能摸摸它吗？不行，虽然白月一般不会攻击人，但是还是很危险的，和它保持距离比较好。那这个小女孩怎么能靠在白月身上？瑶瑶跟白月接触1个月了，彼此很熟悉。好了，乐爸不要再为难别人了，我认为这位大哥说的对，还是跟白月保持距离比较好。好吧。半岁大的幼熊竟然能长到250多斤，真是不可思议，还长得完全不像是一般黑熊的狗熊模样，可爱又强壮威武。请问这头黑熊卖吗？我想带回我家里养着，保证一定会好好对待它的。黑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不能转卖。实在对不起，忘了这是在大夏，在我们西方很多国家黑熊都不是受法律的动物。没事，能理解。奶奶的，还好空投到了大夏这边，要是落地到西方，熊命不保啊。一群人来到目的地后，迅速开始准备直播设备，一切就绪后，直播正式开启。这是一片安全的区域，没有大型野兽出没，他们要在这里生活1个月。这头黑熊，你们确定是在野外长大的吗？真的是太温顺了，一点野性都没有。2位美丽的女士，你们难道没有考虑骑熊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2个女生眼神一亮，眼神投向一直跟随白月身后的鲁菲。鲁菲被2个顶级大美女看得心神俱跳，她心里很想答应，眼巴巴看向叶阳，刚好对上叶阳那危险的眼神。我只是负责监督白月，保护大家的安全。白月跟我是朋友关系，我的话和指令完全起不到作用，你们应该跟他保持一些距离。好可惜。贝爷随后给2位女星布置了任务，寻找一些适合生火的干木柴，而他则带着叶阳前去探查周围环境，寻找食物与水源。兄弟既然是护林员，那么这片地方应该很熟悉，请问哪里能找到食物和水源？您这玩笑开的，我可不能说，我要是说了，你们就属于作弊了。怎么了？这我也不是很理解白月。叶阳朝着一个方向缓慢走动，边走边抬起脑袋，在空气嗅气味。鲁菲与负责拍摄黑熊的工作人员急忙跟上，贝爷没有多思考，也跟上了队伍。我靠，这竟然是条河！有没有搞错啊？白月找到了一条河，黑熊不是熊瞎子吗？方向感有这么好？想不到白月竟然这么快就能找到水源，真是让人惊讶。找水源的方法还不简单，直接拿鼻子闻就行了，这可是野生动物的看家本领。贝爷见找到水源，就离开了这里，去其他地方探查周围环境，寻找食物。叶阳这时走进小河，开始捕鱼。不是吧？白月会不会要投河自尽？兄弟，黑熊会游泳的。是的，黑熊的水性在陆地生物中是遥遥领先的，而且还能捕鱼呢。我看鱼，你们看白月嘴里的鱼真的大。请问有没有生活在水里的熊类动物？我觉得没有吧。那为什么黑熊在水里捕鱼跟玩一样？我刚刚一条一条数了，白月一共在1个小时内捕获到65条大鱼。天哪，真是不可思议！叶阳吃完大量的鱼肉后，肚子传来饱胀感，望了望地上，还有几条没吃完，吃不下去了，扔在这就可惜了。熊腿子，这鱼给你了，交给我吧。干得不错，熊腿子。大懒熊，你能不能去河里抓1条鱼给我呀？我可以跟你用水果换哦。真当我是傻子啊？一个小果子就想换我1条鱼？那我用果子跟你换块牛肉吧。傻子才换。那我用水果摸一摸你脑袋总行了吧？想屁吃呢。嘿嘿。我去，竟然偷袭！哎，算了，看在你那么漂亮的份上，就饶了你。看到了吗？白月羞耻的脸色好可爱啊！不愧是我们大夏的女神，连白月的心都能俘获。
女十月吧，还是胆小了点。换成是我，一个滑铲下去，狠狠抱住白月的肚皮。哇，这手感比我家的哈士奇好多了，耳朵也好软哦。强烈安利各位一起组团来撸白月。什么情况？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喂，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有一伙人溜进了 C5 地区，还开着大型的货物车。是真的。那糟了 ，C5 地区是黑熊熊妈的森林领地，只生活着熊妈与一只幼熊。那伙人一定是奔着他们去的，快通知领导，一定不能让那伙人抓走熊妈与幼熊。特么的！别，白月去哪了？会不会跑到河里游泳了？鲁菲大哥，你知道白月去哪儿了吗？我也不知道，白月把定位器给破坏了。难道白月听懂了昨晚的那通紧急电话，知道了熊妈和幼熊有危险，回到领地去拯救他们去了？真是该死的畜生！没想到这头公熊竟然敢袭击老子！行了，别生气了，想想开心的事情。干完这波，我们5兄弟就发财了。你这个沙比当然不会生气，特么断手指的人又不是你。要我看，直接一枪打死这头公熊算了。反正业主的任务目标是这头母熊和幼熊。老三，你特么骂谁呢？停了，你们俩都少说2句。这头公熊不能杀掉。刚才业主听说我们抓了公熊，特意在1000万大虾币之上追加了500万。500万，老大，那我们什么时候走？不急，兄弟们都挺累的，我已经把饭做好了，吃完饭再走吧。好。大家多吃点。老三，你受伤了，吃多点啊。老二，你要去哪里？老大，我去放水。好，快点回来，我们要出发了。竟敢对熊妈与熊二打主意，真是该死！你是第一个。老四，你去看看老二在磨叽什么。好的，老大。我看是掉在河里了。二哥，你快点啦！老大催着急。黑熊，有黑熊。该死，暴露了！接下来要陷入苦战了。是什么东西干的？难道这片区域还有大型捕食动物？头骨被一击打碎，这么大的力量，只能是熊了。兄弟们，我们发财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头名叫白月的黑熊就在附近。怎么可能？那头黑熊不是在拍摄节目吗？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吧？我刚才看直播了，昨晚那头黑熊消失了。这种伤口只有熊的强大力量才能造出来，而且那头黑熊很聪明，极有可能是他袭击老二后，然后用尸体勾引老四。这头黑熊也太聪明了吧？会不会成精啊？怕什么？发财的机会来了，只要我们能活捉他，业主愿意出1亿华夏币。1亿？老大，我们怎么赶得出来？他不出来，我们拿他没办法。这简单。老大，你这是在干什么？难道是我猜错了？开个玩笑吧，不要介意。那头黑熊怎么可能藏在这里呢？早就跑路了。既然他不出来，那我们开车走吧。如果让他们回到车上，那我可就没什么优势和主动权了。拼了！老大怎么办？我们麻醉弹用完了，要不我们先走吧？走，时间差不多了，你也该上路吧。老大，你什么意思？那锅食物有毒，你也吃了，为什么你没事？因为我是在碗里下的毒啊！老五下去后告诉兄弟他们，大哥会给他们报仇的。再好的关系也顶不过钱啊！没想到一头畜生也能价值1亿，完全看不出来你贵在哪里。我靠，真够狠的，去死吧！哼！我靠，竟然有 AK！全国都说你这只黑熊非常聪明，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你好像认出这个东西了，不过放心，我不会杀了你，只是打伤你的4肢。哟，还会躲，可别乱动，我可不想给你收拾。系统把我存的能量点全部加上。丁，属性已达极限，是否突破？突破。丁，恭喜宿主突破极限，解开基因锁。系统给我治疗。我靠，贝呀，去死吧！一会后，3头熊都醒了过来，他们看到变大的叶阳都吓得浑身颤抖。一会儿过后，他们终于认出了叶阳。这头大熊是大娃，我的天，熊妈究竟怎么生的这头巨无霸？白夜，你果然跑到了这里。我已经把追踪器毁掉了，路飞怎么这么快就出现在这里了？你真的是白夜？别担心，他不会伤害我们。白夜，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没错，果然如此。白夜，你赶快离开这里吧，马上就有军人来到这里。虽然不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永远都是朋友。我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放心。那伙人进来森林领地的时候，把这里的监控设备都破坏掉了，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你也不要担心熊妈他们，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你就安心的离开这里吧。我确实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如果让人发现我身上的变化，肯定会被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叶阳望着鲁飞诚恳的眼神，他选择了相信。1个多月的相处，他感受得出鲁飞是不会伤害他的，对着他点了点头，带着熊妈他们回到了山洞，然后转身独自离开。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你，白夜。
熊妈的领地周围有东北虎与狼群，等到了冬天，没准那只东北虎或者狼群因为缺乏食物侵入熊妈的领地，在我离开这里之前，就替熊妈解决掉它们吧。叶阳先是来到了狼群的领地，10几只野狼被他击杀了7、8头，剩下的全都跑了。没有狼王的狼群成不了气候。2个小时后，他又来到了东北虎的领地。都说老虎全是都是宝，我还没有吃过老虎肉，今天就尝尝是什么滋味。来得好！这是英雄的叫声。这只东北虎的体型和叶阳差不多大，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叶阳才杀死了东北虎。要不是我有系统在身，还真不是你的对手。希望你来世做个吃喝不愁的熊猫吧。进化点+3，不愧是虎王，一颗心脏就这么多进化点，顶尖。怎么总感觉有东西一直在偷窥我？难道是跟东北虎战斗，体力消耗巨大产生的幻觉？这只大黑熊和英雄长得一样，只是比英雄大得多，到底是不是英雄呀？要死了，要死了！我就不该前来查看面前的大黑熊。这绝对是英雄，只有英雄才会这么无聊，恐吓我。小白雕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过我的体型变化那么大，它还能认出我来，也太有灵性了吧！以后有它陪伴，也算不那么无聊。夜里，叶阳找到了个深度5米的山洞，山洞内有动物的骨头残骸，这表明山洞可能存在主人。第二天早上，一只花豹拖着半只幼崽麋鹿向着山洞走去，可是来到洞口，它停住了，因为它感到山洞内多出了一股奇怪的气味。紧接着心里一怒，轻手轻脚的来到洞口，对上了叶阳的熊眼。大黑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真想不到，大清早就有打工报送早餐。我的食物啊！看什么看？再看本熊撵你跑遍整个森林。重生成黑熊的叶阳正在洞中睡觉，小白雕却把他叫醒，带着他来到了一片竹林。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珍稀的熊猫，不过这么小的事情，值得吵醒我的美梦吗？什么意思？草药？你是说那些是草药？没想到你这么聪明，只是怎么变成灭绝动物的呢？叶阳往前走去，熊猫发出一声怒吼，这里是他的领地，他不允许有动物靠近这里，暴力的冲向叶阳。只是熊猫的视力不是很好，走近了才发现这个家伙的体型非常大，直接转身跑路了。挺聪明的嘛。又是不认识的绿植，如果前世知道我会变成一头黑熊，说什么也要学中医。丁，能量点+1，大补啊！不错不错，一株草药就带来了5点进化点，这至少是一顿50、60斤的肉食才能代替的。才吃了3株就打嗝了，看来身体已经达到承受的极限，要过段时间才能进食。几日后，那头熊猫突然火急火燎地向这边跑来，叶阳眼神一冷，以为熊猫想要抢回领地，可那只熊猫来到他的不远处后，立马停了下来，然后直接趴在地面上，对着他急切呼喊。就在叶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一头老虎出现了。有没有搞错？这里怎么会有东北虎？而且这家伙怎么长得比我还大？本来想猎杀一头黑白大熊玩玩，没想到这黑白大熊竟然还有个巨大的兄弟，不知道这头大黑熊的肉滋味如何？这头虎王真的超出常理的强大，是你这头畜生逼我的，加点。特么的，竟然直接跑了！不要让我遇见你，不然虎头给你锤爆！哎，体型变大，食量增加，看来以后要经常挨饿了。好可怕的黑熊，竟然能突然变大，看来黑熊不好惹，以后要离黑熊远点。转眼到了8月，一头母熊发现了叶阳，叶阳警惕地看着母熊，他发现这头黑熊没有攻击挑战的想法，反而在他面前卧倒翻身，露出肚皮。这是在求爱。灵了！难道大黑熊看不上我身体的弱小？我是不会放弃的。之后的半个月，母熊每天都来找叶阳，还给他带来猎物。叶阳始终不理睬母熊，在将草药都吃完后，叶阳带着小白雕向秦岭保护区北方走去。大熊猫看到叶阳离去竹林，担忧地望向四周。万一那头东北虎回来怎么办啊？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这里不安全。远处，母熊看到大黑熊的离去，一脸的不甘，他没有继续上前粘着叶阳。这小半个月的接触，让他明白如此体型的大黑熊不是他配得上的。这熊猫怎么会跟着我？难道我还有隐性天赋，动物亲和力？快看，好大一头熊！乖乖，我是不是眼花了？一只小白雕和熊猫跟着一头大黑熊往秦岭深处跑。你们觉不觉得那头黑熊很像白月？别瞎说了，体型这么大，怎么可能是白月？只是模样相似罢了。白月的体型又大了，如果有人认出了白月，那可就麻烦了。老大，你说我们真的能找到那视频里的大黑熊吗？大夏的秦岭太大了，在里面寻找一头动物实在是太难了。别废话，快赶路，耽误了老子发财，打断你们的腿！苦胆大补啊！丁，进化点+10。老大，我们发财了！没想到我们运气这么好，听到熊吼的声音，循声过来，就找到了任务目标。那是当然的。
老二、老三，我们3人一人放倒一只。怎么回事？正在大口进食的叶阳，突然心中浮现一丝不祥的预感，皱眉疑惑地抬起头，看到不远处的反光点。我靠，这是瞄准镜！老大，我们兄弟3人真是神枪手啊！那当然，你们快去处理小白雕与熊猫，这头熊我来处理。老大，别急嘛，我们用的特号麻醉枪，大象都要半小时醒来，有的是时间。先让我们和大黑熊合张影吧，我感觉这头大黑熊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会借此出名的。出名也好，我先给你们俩拍，等会再给我拍。好的，老大。怎么可能？麻醉针明明命中了你，那可是能晕倒大象的特效麻醉针。还好能使用进化点解毒，不然今天死定了。修复。胸口一枪，颈部被洞穿，应该死透了吧？特么的，修复麻醉针和2发枪伤竟然消耗了30进化点，真是该死！这伙人应该只是第一波，保险起见，还是向秦岭更深处走吧。重生成黑熊的叶阳反杀了偷猎者之后，带着小白雕和熊猫走了1个月的路，终于找到了一片资源丰富的地方。刚想睡个好觉，整个大地却突然开始震动，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这是地震了！丁，检测到空间节点被破坏，世界融合，古兽降临，系统自动升级，检测到周围空气中蕴含进化的能量，自动吸取中。丁，你的实力得到突破，系统提醒宿主，请尽快强大起来。世界融合，古兽降临，系统完全大改版了，还多出了探查和愈合功能。探查，灰兔，战斗力10，技能速度等级1。不知道吃了这些拥有技能的动物会怎样？丁，获得进化点+5，吞噬技能速度等级1，检测到宿主已有技能速度等级2，自动增加该技能经验。不错不错，只要捕获拥有技能的猎物，不仅是能获得大量的进化点，还能拥有猎物的技能。不知道他俩有没有技能？探查，大熊猫战斗力30，白雕战斗力10。2个笨蛋连个技能都没有，还不如一只兔子。找死！探查，金雕战斗力150，技能力量等级1，体质等级1，速度等级2，利爪等级2，鹰眼等级1。这金雕的战斗力竟然有150，不愧是天空的霸主，这才进化了1天的时间就变得这么强大了。来得好！不知道吃了你，我会不会获得你的全部能力呢？就在叶阳与金雕战斗的时候，全球的同时震动引发了人类的注意。等他们调查后发现，原来是米博在大西洋深海做实验，意外打开了一处空间节点，连接了一处巨兽世界，引起了连锁反应。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各种原始生物。现在生物变异，我能借助系统迅速强大起来，也是不错的机遇。熊妈、熊爸、熊二，你们可不要出事啊！叶阳突然心里一紧，他想到了熊妈他们，就带着熊猫和小白雕就向秦岭保护区赶路，却在路上遇到了一群人。是鲁菲教授，为什么这些动物开始逐渐进化变异，而我们人类没有？难道是蓝星要放弃我们人类了吗？这件事还在研究，不管如何，我们先完成任务吧。这次要麻烦同志了。应该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报告队长，前方10公里外发现一只巨型动物。哦，我们去看看。一行人简单收拾一番，就向着一个方向离开。叶阳远远地跟在那伙人的后方，走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这是恐龙，我的天，我没看错吧？好大，好像有点像是迅猛龙的样子。不可能吧？迅猛龙算是小型肉食恐龙，这条恐龙看大体型少说也有5000斤重。探查，迅猛龙战斗力900，野果受到少量灵气滋润的野果，还未成熟，蕴含极少量的灵气，是个强敌。我目前只有800战斗力，应该不是对手。不过这头恐龙的状态好像不是很好，一副奄奄的模样，难道是高原反应缺氧了？队长，我们该怎么办？教授，你们要死的还是活的？最好是活的，这是动物进化最完美的标本。用麻醉针。一群士兵快速将迅猛龙包围，原本正无力趴在地上的迅猛龙站起来想要攻击，长长的针筒瞬间从四周飞向他的身体，然后又无力的倒下。这头恐龙就这么被收拾了？是人类的麻醉枪太强了，还是这只恐龙太弱了？难道是装的？果不其然，那只被他们麻醉的恐龙突然站了起来，一口就吞了一个士兵，一尾巴就将身边的士兵扫飞。可恶的畜生！上实弹，开枪！好强大的防御，竟然能无视子弹，用榴弹枪打他的头。恐龙被炮弹击中，重重砸在地上，无力的挣扎几下就失去动静。打扫好战场后，拉着恐龙回了营地。这只恐龙真是恐怖，挨了这么多枪还能正常行动，恐怕跟他的技能健体有关，一定要得到。叶阳来到果树下，将树上的果子全都打了下来。这可是好东西，能帮助进化，你们俩能吃多少吃多少。叶阳他们吃完野果之后，天已经黑了下来。叶阳分辨了一下方向，就向着人类的营地赶去。
今天都是我的错，是我的失误判断让兄弟们牺牲。回去后我就申请退伍。队长，这不怪你，谁知道这只恐龙能种这么大量的麻醉针，还能活动？是啊，这畜生简直就是妖怪，步枪子弹都伤害不了，真是神奇恐怖的生物。明明都是肉体骨架，竟然能承受子弹的伤害。叶阳来到领地中，循着血腥味来到恐龙的尸体前，望了望周围，发现并没有士兵看守，然后大口吃起恐龙，体型也开始变大，发出的声响很快将士兵吵醒。叶阳连忙跑了出去，只是没有跑远，而是等着一个人的到来。是你吗，白月？叶阳想问他熊妈怎么样了，但是担心血字吓到他，就在地面画了幅熊妈的样子。白月，你放心吧，熊妈、熊二还有熊爸他们都被寄养在农家兄弟庭院里，而且虽然没有你这么有灵性聪明，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攻击我，乖乖的跟我走了，还是很乖巧的。谢了，既然熊妈他们是安全的，那我就暂时不去打扰他们了。我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他俩也不能跟在我身边了。叶阳给自己定完目标后，就将熊猫和小白雕推到了鲁飞身前。你把他们俩带走吧，也送到农家兄弟那里。你是让我把他们带走？好，等我回去的时候，我也把他们送到农家兄弟那。你们俩跟他走吧，现在外面太危险了，等我变强了再去找你们。小白雕，你可不要再乱跑了，别真成灭绝动物了。叶阳交代完之后，就独自上路，脚步不断地向浓郁的灵气物质方向走去。灵气物质越多的地方，植物长势越旺盛，遇到进化的动物概率也开始增高。走了半个月，叶阳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大草原。重生成黑熊的叶阳一边赶路一边捕猎，走了半个月，眼前出现了一片草原。长颈鹿、河马、水牛，我明明在亚洲大夏国，怎么会跑到非洲大草原？这什么情况？我靠，好大的黑熊，怎么有点眼熟？这是黑熊白月。白月不是在秦岭失踪了几个月吗？想不到在这里出现了，被人类发现了。那个人拿着摄影机，可能是记者或者媒体，而且还认出了我。不过暴露了也没什么，现在又不是只有我自己进化。哇靠，这是屏蔽的吧？秦岭那片地区竟然出现了大草原！我的天，消失的白月竟然出现了，真是太好了！好的，白月一定是进化了，而且比周围的进化动物都要强大，那是一定的。这可是我们秦岭的黑熊啊！白月，呵呵，你竟然敢出现，这次我要你死！叶阳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大型动物，完全不用担心饿肚子，还收了一个非常有灵性的蜜獾小弟，还有一群猎狗每天也围在这里，等着吃叶阳吃剩的食物。是知母的，看来不能叫你平头哥，要叫你平头姐了。白夜，鲁飞这家伙竟然来了！鲁飞领着一群士兵和研究员来到了叶阳身边，那些研究员走到叶阳的猎物旁边，惹得叶阳有些不高兴。咋地？虽说我不会随意攻击人，但是你们想要对我的猎物干什么？鲁飞兄弟，你看这。白夜，他们只取一小部分肉拿来做样本研究，也就你有这个面子。去吧。这群人来到河马尸体面前，然后拿出银白的小刀，开始切割肉块。让他们惊讶的是，他们的小刀完全切不动。好强大的韧性，换刀吧。鲁飞兄弟，能让白月再给我们点河马心脏的标本吗？白月，想都别想。接下来，这群人在不远处组建了基地，周围的动物看着草原上多出了很多狒狒般的动物，很是好奇。一群狮子按耐不住好奇心，开始袭击这群人，结果被士兵开枪打退，甚至击毙了3头雌狮，让动物见识到了这种狒狒般的动物的厉害。从此，大多数动物都是绕着人类走。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嘛？别这样吧，大家都是大夏人，这就是白月吧？啧，真是可爱强壮，不知道那熊掌的味道这么样。你敢开枪伤他，我就敢开枪杀你。开个玩笑，我们走。放心好了，我会保护你的。我就是站着让那群人打都不会出事，哪会需要你保护？这一日，鲁飞和一个科研人员抱着一大包东西找到正在进食角牛的叶阳。叶阳皱了皱鼻子，他闻到了股很熟悉的味道。白夜，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席梦思，这可是有助睡眠的好东西。我记得你喜欢吃烤鱼，应该也喜欢吃烧烤吧？这些肉我帮你烤烤。咦，怪不得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原来是辣椒粉与孜然味。快点开始吧！鲁飞与那个科研人员迅速架好火架子，生火，然后开始烧烤起来。烤肉的香味弥漫，还没烤熟，叶阳就忍不住了。白月，再等等，还没烤熟呢。等什么等？我吃生肉都行。香。这时，平头姐叼着蜂巢过来了，她闻着香味，也很馋这味道，想要吃，却被叶阳按在了地上。叶阳看见旁边的蜂巢，眼神一转，示意把蜂蜜涂在烤肉上，果然味道更香。白夜啊，你看我烤肉这么辛苦，能不能帮我个小忙？怪不得大清早送席梦思和烤肉，原来是有事要我帮忙。说吧，跟我合影，这是粉丝与迪丽热巴的要求。就这，来吧。还有个小忙，能不能给我你的一份血液？血液？看来我的进化速度引起这些人的注意，给还是不给呢？给了，我又不是靠着灵气物质进化的，而是靠体内的进化系统，可以给你，不过你要每天给我烤肉。烤肉嘛，没问题。抽完血后，科研人员急冲冲地往着基地跑去。鲁飞看着叶阳盯着他的眼神，只能一个人留在这里当劳力，给叶阳与平头姐烤肉。
你说的是真的？你可知道欺骗我们毛熊人的下场？当然，只要你们杀死那头黑熊，我就支付你们1亿华夏币。如果是活抓，我会再给你们一些大夏币奖励。可是那头黑熊和大夏士兵走得很近，我们恐怕没有机会。放心，计划我都替你们想好了，我们可以把他引诱出来，比如说他的朋友那只蜜獾。狙击手瞄准了正在睡觉的叶阳，枪响之后，飞出的子弹并没有击穿黑熊的皮肤，只是打掉一些毛发。特么的，谁特么竟然偷袭老子？这子弹怎么有平头姐的味道？鹰眼，怎么可能？我这狙击枪在有效射程内能够击穿20公分的墙壁，这头黑熊竟然一点伤害都没有。被发现了，按计划撤走吧。竟然敢打我的主意，真是找死！快，都准备好了，那头黑熊来了，大家小心点。没有什么威力巨大的武器，这群老外怎么这么淡定？难道周围埋伏了重武器？没什么异常啊。乌拉，这家伙还挺可爱，我都不想杀他了。那你退出吧，刚好1亿赏金不够分。别，可爱又不能当饭吃。这头黑熊待在原地在看什么呢？难道是知道这里地面有陷阱？应该是在考虑我们有没有威胁吧。看我的！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他们不时地盯着那一块明显与周围不同的地面，那里应该是陷阱，这就是他们的依仗。不管了，先莽一波。白夜，奇怪，白夜人呢？不对，是熊呢？咦，这不是大夏士兵的子弹？糟了，白夜有危险。这头黑熊为什么会越过陷阱？难道知道那块地面上有陷阱？乌拉，你们竟然怕一头弱小的黑熊，真是给我们毛熊国战斗民族丢脸！准备战斗！可恶，看我的！哈哈，多亏了你呀，那1亿赏金都是我的了。去死吧！特么的，威力还挺大。你怎么会还能行动？去死吧！战斗结束，叶阳救出了被绑在车里的平头姐，正准备离去，鲁飞带着一群人来到了这里，刚给叶阳检查了身体，远处又响起汽车的轰鸣声，毛熊国的士兵也来到了这里。弟弟，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大夏人，你们会为你们愚蠢的行为付出死亡的代价。这些毛熊国的士兵不是我们杀的。怎么，你们大夏都是蠢货吗？还是以为我很好骗？这里还有存活下来的人，不信你问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会擅离职守，跑到这里的？又是怎么会死伤惨重？地上的伤兵忍着疼痛，把知道的所有事情一股脑的全部说了出来，包括他们私自接受雇佣、擅离职守、怎样诱惑黑熊，全部过程都说出来。听完后，周围的毛熊国士兵一脸震惊。我要让你这头畜生偿命！你敢？明明是你们对白月图谋不轨，被白月反杀还怪人。你要想伤害他，就得踏过我的尸体。看不出来啊，鲁飞这家伙竟然这么勇！让开！他虽然愤怒，但不敢在这片特殊区域击杀大夏士兵。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那些站在原地不动的士兵也围了过来，站在叶阳身前。你们这些大夏士兵是在挑战我的怒火，看来你们是要给这头畜生殉葬了。好大的胆子，竟想在大夏国边境杀我大夏军人！没想到大夏会派你这种天才军人来探索平原，真是舍得我们撤。老大，那个毛熊国的将军为什么这么怂啊？这可不是毛子们的习惯。两国高层已经划分了平原，这片区域现在是我们大夏的边境，那些士兵私自入境，死了怪谁？真不知道是那个混蛋一直在针对白月你，先是毛熊国士兵的伏击，现在又是暗网悬赏，别让我知道，不然一定好好教训他。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在熊妈领地的偷猎者就是他的人，因为这件事，他的工厂被封，他也成了通缉犯，一直躲在国外，现在跑出来是想报复白月。原来是这样，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秦敏，是你的忠实粉丝哦。白月，你愿不愿意陪我去草原深处玩玩？那里的动物有很多哦，更美味哦。竟然想忽悠我去草原深处，那里灵气物质浓郁，存在的生物比这里的强大的多，这里的日子多舒服，真是打死也不去。不去吗？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国内科研所采集那些充满灵气物质的灵果和结合中医药理提炼出来的精华液，对动物有很大的净化作用。白月，来尝尝看，这可是很稀有的东西哦。汉茶树1号化合物，科技与中医理论的完美结合，采用大量蕴含灵气的灵果和药材，与中医药理结合产生而出，富含强大的灵气，对生物起到催进进化的作用。丁，进化点加100。这一小管子1号化合物竟然有100进化点，好东西啊！白月还想要啊？跟姐姐去草原深处，这个东西要多少有多少，管饱哦。要多少有多少，草原深处究竟有什么？我早晚都要过去探索的。现在有人类的陪同保护，而且还有1号化合物这种宝贝当酬劳，没有理由不答应。说好了就不能反悔，我这就去制作作战计划。
叶阳跟随大部队前往草原深处，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片望不到头是森林。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为什么不带信号机和探索装备？哎，我们也想带，只是这里的磁场复杂，信号干扰严重，所有需要信号传输的科技都不能用。不过我们有这个，探索会安全的很多。这是什么？这可是基地科研人员研究的灵气物质检测仪，能检测周围灵气物质的浓郁程度。这东西挺不错的，灵气物质越是浓郁的地方，动物进化的体型越是庞大。有了这个灵气探测仪，指引走向灵气物质含量低的地方，安全程度一定大大提升。一行人小心翼翼地往深处走去，不时张望四周浓密的密林。这时，一头野猪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就在他们准备转身撤离绕路的时候，一只大蜈蚣突然破土而出，咬住了野猪。好大的蜈蚣！这是桀凶蜈蚣，巨虫时代的生物。我们快走，这里的血腥味很快就会吸引过来很多危险的动物。探查术：桀凶蜈蚣，战斗力3000，战斗力只比我高几百，应该能战胜。不过长得太难看了，还是躲着点好。天色渐晚，他们开始扎营休息。叶阳的肚子却传来一阵饥饿的响声。叶阳找到秦明，对着他吼叫一声，然后摸了摸肚子。要不白月你忍一忍，晚上捕猎那太危险了。明天白天我叫士兵陪你去捕猎。叶阳摇了摇头，拒接了这个提议。捕猎一般要在体力充沛的时候进行，这样捕猎猎物的概率会更高。白月小心点啊！叶阳缓缓地向丛林里走去，突然他停下了身形，用力在空中嗅了嗅，闻到一股血腥味，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到那个地方。只见一只剑齿虎正在啃食大角鹿。剑齿虎发现叶阳后，直接丢下猎物跑了。这头剑齿虎也太胆小了吧！我还没动手就跑了，还没以前遇到的东北虎有胆子。叶阳开心地吃着白捡的猎物，同时心里很奇怪，这里的血腥味引起了很多动物的窥伺，可是他们只是远远地望了他一眼，然后直接逃之夭夭。难道我有传说之中的王霸之气？管他呢，继续吃肉吧。花了1个多小时，他才吃完这大部分的血肉。就在这时，后方的密林出现个茫然大物，叶阳转头看去，发现是一头熊。这是黑熊，探查术：细尖巨熊，战斗力9800。这种史前巨兽这里都有。叶阳转身想跑，却被巨熊吼住了，示意叶阳跟着他走。叶阳一愣，急忙跟了过去。这头巨熊明显对我没有敌意，难道是误认为我是同类？可是这也不符合熊的常理呀。熊是独居动物，只有发情交配的时候才会2只熊同居。交配，还好是头公熊。领导，你说白夜会不会有危险啊？都这时候还没回来，要不我们去找找吧？放心吧，等我们收集完这里的资料，如果白月还没回来，我们就出发。白月，你一定不要有事啊！好家伙，重生成叶阳的黑熊竟然自甘堕落，被一头巨熊包养了3天3夜。这巨熊人真好，不对，熊真好。对了，不能老叫人家为巨熊，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熊大不行，占我便宜。熊大，可是这名字太憨憨了，不够霸气。我靠，猛犸象吞食这种巨象，我的实力可以再上升一个阶层。熊大哥，我靠，竟然一口都没给我留，想吃自己去抓，这是要让我自己去捕猎了。可恶，以后就叫巨熊为熊大了。把本熊带到这里，竟然让本熊亲自去捕猎。哼，回来把骨头扔出去。可恶的熊大！还以为要动手教训小黑熊，他才能独自外出捕猎，没想到这小黑熊智慧很高，很配合。熊大啊熊大，虽然你叫我自己捕猎是对我好，可是这依然摆脱不了你熊大的名字。谁在偷看我？是那头被我剑抢了猎物的齿虎，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记仇。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了。对不起，不仅是你记仇，本熊也是很记仇的。这小熊不错，比我小时候的战斗力强。快点吃，吃完了跟我去一个地方。系统探查术：第二，战斗力9500。好家伙，竟然跟熊大不相上下。这只巨熊什么时候有孩子了？万一这只小黑熊成长起来了，肯定分走一份属于我的猎物，一定要除掉它。别管它，我们接着走。3天后，熊大带着叶阳来到了一个悬崖顶部，这里种着一片巨大的灵草田。熊大望了望不远处的洞穴，带着叶阳轻轻地走过去，开始大口地吃起来。系统探查术：五花草，大陆常见的灵药，蕴含一定的灵气物质，吞食可帮助生物进化。竟然全是有益的灵药灵植。丁，净是紫叶青灵药进化点100，一株就有100点，发财了，发财了！今天真是幸运，那个大家伙今天睡得可真是太死了。糟了，赶紧跑！我靠，好大的大猩猩！探查术：林间巨猿，战斗力9800。系统加点强化速度。这小家伙怎么突然跑这么快了？怎么感觉他俩不像是在战斗，像是在玩耍？小家伙，快去他的山洞，山上还有宝贝。
不讲武德，你竟然叫小熊去掏家！老袁给个面子，这小熊很不错，我想给他些好处。我靠，你培养后代干嘛要用我的东西？当然不白要你的东西，我拿这个跟你换潮汐守望者新出的限定皮肤紫墨幽方，够不够诚意？劳雷尔限定皮肤哪里搞到的？这你就别管了。话说回来，这款风靡海外的欧美 CG 魔幻塔防策略手游潮汐守望者最近全新版本剧毒之潮刚上线，新手入坑就能拿累计448抽，还有2款限定皮肤，3个传说级英雄呢。回头咱们组个毒瘤派，一起去打史上最强单体 BOSS。行吧行吧，算你有眼光。领导，这里不错，还有一个山洞，要不今晚就在这里扎营吧？好，仔细检查一下周围有没有危险生物。好香啊，一定是宝贝！探查术灵药酒，林间巨源凭借智慧多年的试验酿造的酒水，富含大量的灵气物质，吞服可大程度的提升生物的进化速度。这是猴儿酒，这么大的猩猩也会酿酒，智商真是可怕。丁，进化点20。没有想到一小口就能加这么多的进化点。过瘾，还有4罐，继续。哈哈，你的后代这样子好搞笑。走了。你这熊崽子，喝我的酒就算了，干嘛还要打碎我的罐子？这可是我老袁费尽力气才做出来的。这酒劲有点大了，系统1万进化点一波肥啊！小黑熊吃了这么多好东西，体型怎么没有什么变化？难道只能吃肉才行吗？走吧，回家。咦，快看，好大的黑熊！黑熊？难道是白月？这不是白月，这黑熊的体型太大了。这是史前陆地第一捕食者细尖巨熊，不好，它朝我们冲过来了。这个山洞肯定是细尖巨熊的领地，我们死定了。哪来的2脚猴子，竟然敢霸占我的山洞？什么情况？不好，是鲁菲他们。熊大想要攻击霸占山洞的鲁菲等人，叶阳急忙拦住了熊大。熊大以为叶阳想要这些猴子当玩具，就没有再攻击，只是不让他们再住在洞里。叶阳带着他们来到山洞不远处，对着他们发出离开这里的吼叫。鲁菲熟悉的翻译给了秦明听：我们不能走啊，这里还有很多资料还没有记录。白月，你能让我们留在这里吗？留在这也行，正好能捞点好处。太好了，谢谢你。保护费都不出，是想要白嫖吗？叶阳指了指1号化合物的箱子，秦明瞬间明白了叶阳的意思，直接将1箱子1号化合物都给了叶阳。叶阳兴奋地数了数，竟然有30管。丁，进化点加3000。13000点进化点了，不知道自己能强化到多少。系统加点，好疼！早知道就一步步强化了，着急了。小黑熊有危险。白月，别过去！黑熊白月应该是在进行进化，不要打断。这怎么可能？才1夜没见，小黑熊的体型与实力这么会变化的这么快？难道它是陆地深处的动物？终于结束了，系统面板。我丢，12000进化点才提升了1000战力。一转眼2天过去，人类与熊大的关系亲密了不少，原因是他们送给了熊大一张巨大的床垫。这天，秦明找到了叶阳，希望叶阳带他去湖泊里洗澡。乐于助人的叶阳当然答应帮助了，指了指队伍里携带的黑色箱子。你要我们人类的武器干嘛？这玩意你又用不了。说了你也听不懂。好吧，去洗澡。叶阳很负责地驱散了周围的动物，四周只剩下一熊一人。秦明本想要脱衣入水洗澡，可是感受到一股目光，抬头发现是叶阳在盯着他。秦明啊，白月只是头熊，你害羞什么呢？可是白月太聪明了，那又怎样？武器报酬都给了，不能后悔吧？秦明这么信任我，我可不能偷看啊！可是万一有动物偷袭，可就不好了。回到营地，叶阳打开了黑色的箱子，看到了类似火箭筒一般的东西。这是普通的火箭筒，但是火箭弹可不一般，上面有特殊的弹头，威力是一般火箭筒的5倍。只可惜逃亡用了2发炮弹了，只有1弹了。5倍的威力，攻击内部应该能炸死那头地鳄，而且我还有帮手。小黑熊不会是要捕猎地鳄吧？这家伙疯了！叶阳来到秦明面前，然后指了指黑色的箱子。你是叫我拿出武器？叶阳点了点头，然后指向河水，用火箭筒轰击河面。叶阳摇了摇头，不知道怎么跟秦明解释。他想让这只火箭筒当火力支援。一旁的鲁菲倒是理解了他的意思。你是要我们待会看时机，用火箭筒帮你攻击河水里的野兽？还是1号熊腿子好用，能理解我的话。一切准备好后，叶阳对着河面大叫一声，地鳄上来看了一眼，就又沉了下去。竟然还不愿意上来，得想个办法把它引上来，不然在水里就是熊大也不是那家伙的对手。有了！叶阳走到岸边，然后转身，一道水柱射向河水。都尿到头上了，我就不行，你还能忍？找死！第一个帝王鳄鱼，没想到在河里的巨兽竟然是他。乖乖，竟然比熊大还大一些。大哥你先上，小弟为你助威。
好久没有跟这个邻居动过手了，就让小黑熊见见巨兽的实力吧，免得过于膨胀，以后再来作死。两个巨兽站在一起，等到双方都精疲力尽后，叶阳突然冲了上去，掰开了帝鳄的大腿，动手！系统愈合。可惜了，帝鳄的大部分内脏都已经化作肉末了，一大半属性就这样没了。叶阳吃完了帝鳄的内脏，熊大突然大叫一声，开始了进化。系统探查：种族细尖巨熊，天赋兽王威严，战斗力10000，战斗力只上升了200点，变化怎么这么大？还多了个兽王威严天赋，难道10000战力是一个坎？这时林间巨猿跑了过来，他听到了好基友的吼叫，以为是遇到了危险。这个气息是帝鳄的，你们把帝鳄干掉了？是啊，大补吧。可惜我是吃素的。咦，这是什么猴子？怎么办？这个大猩猩走过来了，这不是大猩猩，这是某种未知的古生物巨猿。有意思，这些小猴子细皮嫩肉的，身上还没有毛。人类食物短缺，收集了一些帝鳄的肉烤着吃，散发的香味将熊大和巨猿都引了过来。好吃。这东西闻着好香，好吃，没有恶心，我竟然能吃肉了！又一个被烤肉征服的家伙。深夜，两个巨兽和一只小巨兽围绕在篝火身旁，不停的大口吐液。巨猿嘴里大口吃着烤肉，突然像是感觉到什么，转身向林地走去，消失在黑夜之中。走了，正好少个人跟我分肉吃。一会后，巨猿走了回来，手里拿着3个罐子，丢给熊大和叶阳一人1个罐子。真爽！我记得巨猿的悬崖山洞离这里很远的，没想到这一会就能拿出几罐灵药酒，看来是有其他住所，有存货啊。发生了什么？这是导弹？不可能啊！这里的磁场复杂，根本没有卫星信号定位，他们是怎么能用导弹攻击的？白月，现在情况紧急，能不能带我去那里看一下？这么远，怎么去？开我的车去吧。哟，最近发达了，都开上宝马了。哪有？我这是二手的。二手车鱼龙混杂的，你别被骗了。放心，我在瓜子二手车买的，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保险理赔记录免费提供，车况也一目了然，而且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车况好，肯定便宜不了。说出来你都不信，才花6万6。叶阳看向秦明，他也挺好奇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来就是顺路，可是看向秦明急切的样子，心中有了别样的想法，在地上画了个1号化合物的箱子。好，带我过去，给你1箱子1号化合物。竟然这么大方，3箱，我要3箱。3箱，白月你太贪心了吧？好，3箱就3箱。熊大，大个子，走了。队长，这里太安静了，会不会有危险啊？乌拉，这片未知的大陆哪里没有危险？别想这么多，快走吧。有怪物，开枪！怪物的防御力太高了，我们的武器根本没用。你这怪物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手里拿的是导弹定位器，只要你吃了我，就会有导弹射过来，吃了我，你也会死的。将军，导弹定位器已经传来信号，定位好了，发射。好大的威力，看来还是得要小心人类啊！不用小心也行啊，我身前就有一位大夏国的少将领导，只要搞好关系，大夏国应该不会动我。这是远程信号导弹造成的，不应该啊。就在叶阳他们离开后，毛熊国的人在这里建起了基地。一条小山般大的巨蛇出现在附近，向营地冲过来。少将连忙开车逃跑。将军，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通知草原基地，向之前导弹发射的位置再次发射导弹。将军，营地里还有我们的士兵。好吧。将军，那条巨蛇还没死，这里太危险了，快走！好诡异的武器，一定是他们杀了我的幼崽，你们给我等着。第二天，听到动静的叶阳又来到这里查看，这里什么都没有，只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鳞片。好大的鳞片，这个生物的体型恐怕跟一座小山差不多了吧？这时熊大和巨猿都发出了不安的叫声，叶阳担心有危险，判断了一下鳞片是什么动物的，就回了山洞。咦，周围灵气怎么在不断上升？昨天还是60，今天已经涨到85了。坏了，根据我们的研究，灵气物质越浓郁的地方，怪物进化的越迅猛，就越可能存在那种巨大的怪物，可能有大灾难发生了。领导，明天我们就走吧。不，我们今天就走。夜晚太危险了啊！林地现在这么多动物。不，我们有他们。5箱，真是一头财迷熊。好，我答应你。重生成黑熊的叶阳返回草原，却被一股雇佣兵的直升机突袭，3只巨兽想要攻击，却拿飞在天上的直升机没有办法。哈哈，真是痛快，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2只巨兽呢。是啊，看到他们的愤怒眼神就觉得豪爽。好了，继续攻击吧，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国泡麻子。好，直升机上的人刚想要继续攻击，一枚导弹飞了过来，直接将直升机打爆。将军受惊了。知道那伙开直升机袭击我们的人是谁派来的吗？那伙雇佣兵是国际上有名的雇佣兵团队，是冲着白月的1亿华夏币的赏金来的。冲我来的。那伙国际雇佣兵还有团伙吗？有的，就在南面20公里。
好，那我们就去抓捕他们，竟敢袭击我们探索队！将军，你现在已经不是草原军事基地最高负责人了。又是哪个混蛋敢想来摘本将军的桃子？看我不打了他，哭爹喊娘！熊大、巨猿，跟我走！王先生，放心吧，我们国际佣兵团的任务从来没有失手过。对付一头异变进化的黑熊，就跟杀个人没啥两样。我们可不是毛熊国士兵那些蠢货。可是我总感觉心头乱颤，可能要出现意外。王老板不要多想，我敢说，只要那头黑熊敢出现在我们雇佣兵团队的面前，一定亲自活捉它。你只要准备好大虾币就好了。看，那是什么？难道是没有见过的动物吗？走，我们过去看看。这是消失已久的白月，我的天，竟然是白月！哇，我就说白月一定没有死亡。你们看，白月旁边还跟着2只巨兽。喂，那体型是我见过最大的动物了，有小木屋大小了吧？就像是王子出行带着2个巨无霸保镖。我们原先的拍摄内容要开始了，还要继续跟拍这3只巨兽吗？废什么话，赶紧跟过去！二叔，怎么是你？你这次太胡来了！领地任务这么危险，你竟然身先士卒的进去，这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该做的事情。所以上面让我来接任你的烂摊子，你服不服？服了。走吧，一起去看看那头黑熊的直播。此时的叶阳他们已经冲入了雇佣兵基地，雇佣兵们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大的动物，特制的武器也完全伤害不到叶阳他们，很快就被3只巨兽给灭了。叶阳在基地里面发现了一个仓库，里面有堆积成山的动物内脏，还有数不清的灵药。这巨兽不，白月真的是蓝星本土的生物吗？是的，它的出生的在秦岭自然保护区，马上快满1岁了。什么？才1岁？二叔，你不会是在打白月的主意吧？白月确实很不可思议，但是比起大海深处的巨兽，根本不值一提。军部已经检测到海底存在能无视核弹的巨兽。什么？二叔，这消息准吗？米国探索研究所时，使用核潜艇对着一只未知生物发射过1枚核弹头，可是却没有消灭对方。这天即将要变了。丁，检测到宿主战斗力达到1万，系统开始升级。好疼！丁，系统升级完成。系统又改版了。咦，这个变形是什么能力？变形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大小。小黑熊怎么一下子进化的跟我体型一样大了？还有3万多进化点，杀人放火金腰带，还是抢来的快，一波肥啊！草原的另一方，一条大蛇摧毁了毛熊国的基地，并向着叶阳所在的方向走来。一条巨蛇盯上了重生成熊叶阳，吓得他急忙开启了变化技能，变成小熊藏了起来。这小东西的气息很特别，我都用系统的变形功能缩小成幼崽的样子，为什么还会被注意到？系统探查术：种族泰坦巨蛇，天赋兽王威严。泰坦巨蛇，怪不得体型会有这么大，不过实力是真的强，全是问号。这个小东西在窥视我，不能在这里待着了，小家伙，我记住你了。还好这里的灵气物质稀薄，大家伙不能久待，不然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以后我一定能进化成这种巨兽，不比这更加的强大。白月，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答应本熊的1号化合物呢，快给本熊拿过来。放心吧，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这几箱就是。进化点加2万1，不错不错，真是一只大肥羊啊！看来以后没事可以多帮帮大夏。这个国家机器的资源现在就这么惊人了，将来大夏获取的灵药资源只会越来越多。走了。白月，别着急走啊，我这里有件事情请你帮忙。我们在秦岭的北海处发现了一座未知岛屿，只要你答应陪同我们一起去探索岛屿，我们还会给你1号化合物。也不知道那个岛屿的进化动物强度如何，要是有着泰坦巨蛇那种怪兽，那就太危险了。这是那里的照片，竟然有恐龙。岛屿十分危险，但是里面的灵药资源十分丰富，是个获得进化点的好地方。想要变得更强，这恐龙岛是必须要去了。好，我这就去安排这次的行动。1号化合物可不能少了。你放心，已经在秦岭基地准备好了。叶阳找到在草原上晃荡的熊大与巨猿，打声招呼就转身离去。熊大望着叶阳离开的背影，眼光中复杂。没有想到小黑熊这么快就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已经不需要我保护了。老袁，我们也离开这里吧，全力进化。3天后，叶阳出现在了恐龙岛附近的基地，吃下几箱1号化合物后，就坐上了去往恐龙岛的船。希望白月一路平安吧。这恐龙岛离我第一次发现迅猛龙的地方不远，那只迅猛龙是怎么过来的？难道恐龙也进化出游泳的本领了？怎么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操，好大的怪兽！变小，叶阳变小，快速跳船游走。巨兽没有在意游走的叶阳，一口吞了小船。那是白垩纪时代的苍龙。白月难道就这样死了？白月。系统探查术：史前苍龙，天赋兽王威严，海域霸主。和泰坦巨蟒一样，全是问号。系统探查术：迅猛龙，天赋未激活，战斗力1万2。苍龙我打不过，先打爆你这迅猛龙，消消火。战斗力加150。来对了，相信过不了多久，我就能战胜那只大苍龙了。竟敢偷吃我的食物！
咕噜咕噜，这什么玩意？探查。龙猫天赋未开启，战斗力5000。龙猫，这是什么种族？这个小胖墩哪里像龙了？竟然还有高级速度！咕噜咕噜，别叫，再叫把你吃了。你能听懂我说话？真能听懂。站起来，跳。有意思，你以后就跟着我吧，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咕噜咕噜，我就叫你咕噜好了。你知道哪里有山洞吗？咕噜咕噜，带路。3米左右高，还好我能变小，以后不用担心危险，可以天天放心睡大觉了。啊！咕噜咕噜，这是恐龙蛋。丁，进食窃蛋龙的恐龙蛋，进化点加1000。不错，没想到恐龙蛋味道美味，竟然还能增加不少的进化点。咕噜咕噜，里面还有恐龙蛋。叶阳向山洞深处走去，里面还有一个恐龙蛋，还有一个会发光的石头。这是什么石头？系统探查术。灵月天石汇聚天地精髓，具有聚气的效果，天地间万分少见的天石，价值巨大。天石有什么用？丁，是否消耗1亿进化点激活灵月天石？多少？1亿进化点。丁，检测到宿主目前的能力，重新计算。丁，是否消耗1000进化点激活灵月天石第1层？激活。丁，恭喜宿主获得天赋巨灵，巨灵能够每天增加1000进化点。不错不错，积少成多，这个天赋有很大的作用。咕噜咕噜，废物龙猫连颗蛋都打不开，赏你了。咕噜咕噜，重生成熊的叶阳偷吃了窃蛋龙的蛋，被2条成年窃蛋龙堵在了洞里。系统探查术。窃蛋龙战斗力14000。你俩一起上吧。山洞这么小，那只小兽是怎么跑进山洞里的？探查术。蛮龙天赋兽王威严，战斗力85000。85000的蛮龙，还好山洞足够结实，这家伙进不来。这蛮龙有点强壮过头了，山洞不会顶不住吧？终于走了，看来得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了。这蛮龙一看就是老阴笔了，潜行能力高超，喜欢偷袭。系统升级热感应。丁，低级热感应成功升级为中级热感应，能探查几百米的范围，这下安全多了。咕噜咕噜，那是三角龙的尸体，这么大个尸体放在那里，怎么不见那只蛮龙的身影，或者其他肉食性恐龙？果然在那里。为什么不过来了？难道是发现它了？我往后退一点。果然，他一后退几步，叶阳就前进一小段距离，然后还是抬头猛嗅，蛮龙继续后退，就这样一来一回，叶阳来到了三角龙的尸体面前，然后在那里一动不动，假装四周张望的样子。好警戒的家伙，这么聪明的家伙，肉质肯定美味，还是继续后退吧。真够傻的！叶阳突然变大，叼起三角龙的内脏就往山洞里跑。干婶我！这头蛮龙不仅强大，还有很高深的智慧，以后自己可得小心了。丁，战斗力加2000，这才是三角龙内脏的1/10，如果让我吃完，恐怕战斗力能暴涨到3万。那家伙还在那看着，算了，还是自己慢慢升级吧。张浩，我们这次来恐龙平原实在是太冒险了，我总感觉这周围气氛不对劲，要不我们回去吧？要回去你一个人回去，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些肉可没你的份。快，乘着肉食恐龙没发现这里，迅速切割内脏和腹部柔软的肉。一群弱小的猴子也敢来享用本恐龙的战利品，真是找死！小兽竟然跑出来了，狡猾的家伙，一定是看见这群猴子很安全，以为本恐龙不在了。那是熊崽子？怎么可能？这个岛屿上怎么可能会有熊？张浩扬起眉头，清晰的看到这头熊崽子对他不断暗示树木的方向。这小黑兽是在暗示什么吗？难道树木之中有什么危险？那是蛮龙。老大，那里有只好像是黑熊幼崽的东西，带回去基地养着，给我们看家吧。情况紧急，我们很危险，跟我来。老大，我们这是去哪？别说话，待会准备全力冲向山洞。他们一定跑不过那头蛮龙，好人做到底，我再来配合一下吧。变形。叶阳冲着蛮龙方向跑去，等人类都跑进山洞，叶阳也缩小身体跑进山洞。真是狡猾的家伙，竟然骗了我2次，你一定会被我吃进肚子里。张浩队长，这头小黑熊不会是你们东方大侠传说中的妖怪吧？我觉得不像，更像是我们西方传说中的神话妖怪。介绍一下，我叫张浩，是这采集队的队长。你是脑子有问题吗？竟然会对我伸出手掌，想要握手？你能听得懂我说的话？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会出现在恐龙岛？这头黑熊不仅听得懂话，竟然还会写大象文字。黑熊成精了。张浩沉思半天，
王坊开口道出了他们这群人的来由。原来他们是几十年前飞机意外坠落，掉落在恐龙岛上的人的后代。我们是一支采集队，负责给聚集地采集食物。聚集地有300多人，就在东边的不远处，一个大峡谷里。3号队长，你怎么能讲出我们的聚集地？这太危险了！闭嘴！要不是他，我们早死了。我自有分寸，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情况了。我绝对没有说谎。你们知道海里的苍龙吗？那头苍龙巨兽是我们所有人的梦魇，没有那头苍龙，我们早就离开这里了。对了，我们前天采集的时候，看到海面上驶来一艘船，可惜了，那游轮被苍龙给吞了。我就是从船上跳下来的，把你们采集的三角龙内脏给我。3号队长，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外面蛮龙没有离开，继续待在这山洞里吧，这里很安全。可是山洞里有2只未知没有见过的生物啊！放心，我感觉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战斗力3万了，也不知道那头蛮龙什么时候走。那头蛮龙终于走了，我们自由了，安全了，赶紧回聚集地吧。黑熊，请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聚集地做客？那里的第一批落难的乘客，知道更多关于荒岛的信息。我不同意，太危险了。闭嘴！黑熊救了我们的命，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大夏有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家伙不错，咕噜，我们走。真的要去吗？是，真是个倔丫头。还有那头可恶的黑熊啊，竟然能把我侄女骗得死死的，还好不是人。好吧，我同意你去探索这次的任务了。真的？真的，我反正又拦不住你。进去荒岛后，在确保安全和探险任务的前提下，去找你大叔。大叔不是几十年前的空难死了吗？几十年前，你大叔乘坐的飞机在这里坠毁，连残骸都没找到，很可能坠落在恐龙岛上了。这么说，大叔很可能没死。有很大的可能，记得安全第一。这熊能听懂我们说话？黑熊，请问你真的能听懂我们讲的话吗？请问你从哪里来？唐突了。那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秦保国，是这座聚集地的一把手，后面是跟我一样第一批来到岛屿上的人类。这个岛是什么情况？其实我们对这岛屿也不是很了解，几十年活动的范围只有岛屿的海岸，我们前期牺牲了很多人，才确定了这个位置的安全，所以就在这里的周围生活。这样吧，过几天我叫人陪你去周围确定安全的区域。乔邦，又是轮到你值班啊！快去叫老秦出来，这次的可是一头新鲜的大货。杰克，没想到你这次竟然狩猎到迅猛龙，这可是难得的。秦保国，这次的可是一头新鲜的大货，准备好的草药这次可要多点。这些药草太少了吧？这可是新鲜的迅猛龙。秦保国，你想坑我？别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别往外说。什么事？我们的采集队伍在岛屿的海岸边看见了一艘船，可惜被苍龙吞没了。就这？不，我还没说完。那艘船隔着海岸线很远的时候被苍龙吞没，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吧？你是说那头围绕着岛屿活动的苍龙，活动的范围在扩大，那头怪物巨兽活动范围大了，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了？对，可为什么不告诉其他人呢？这个消息目前还是保密好，万一有人作死的去海岸造船，被苍龙巨兽警觉，我们以后想走都难。还是秦保国你机智啊！怎样？这个消息值一些药草吧？那是什么动物？你不是部落的老大吗？怎么会这么胆小，还会怕一头黑熊？黑熊，怪不得这么熟悉呢，好几十年没有见到过这种动物了。丁，进化点加10万。这几个静香药草的化点竟然有这么多，在他们自己的木屋旁会种植一些药草，吞完了那些，我的战斗力一定能巨变。秦保国，现在药草没了，快去聚集地拿一些。好吧。黑熊大王，请问你这是想要干什么？以后肉我给，草药留给我。好，老秦，你把草药都给了黑熊，这让我们部落的人怎么办？我们以后不可能在这里生活了，有离去的希望。我劝你以后不要再冒险狩猎，这样说不定能安全回国见你的父母。好，我这就去这集部落的人来你们聚集地生活。有一些部落垃圾我可不会收的。好的，放心。20万点进化点系统强化。好强大的感觉！咦，连这些技能也升级了，这次的选择真的是太对了。领导，我们周围有个生物，快警戒！这是那只爱跟着白月的蜜獾，小家伙，你怎么跟过来了？这头黑熊王真的是厉害，这才出去1-2个小时吧，竟然捕获到这么大的一只三角龙。是呀，我们这1个多月都不用饿肚子了，顿顿有肉食吃。黑熊大王，以后我们的交易要隔几个月了。什么意思？这几箱子草药是聚集地内全部的草药了，除了药草的种子，聚集地内一株药草也没有了。我连续交易得到的药草有几十箱子，差不多是聚集地种植的极限，得到的进化点有60万，已经快能打败那头蛮龙了。如果黑熊王还需要草药的话，可以去聚集地的西方找找，我们经常派人去那里采集草药，不过那里有很多跟恐龙一样危险的巨兽。好，注意安全吧。
重生成熊的叶阳离开了人类聚集地，岛外面去寻找草药。没有龙猫陪伴，还真是有点不习惯。灵药的气味，这么多灵药。丁，竟是灵芝叶草，进化点1000，一株1000进化点，这是要起飞的节奏。我的战斗力已经和那头蛮龙差不多了，是时候找他算账了。此时的秦明一行人正在一个峡谷上观察一头蛮龙和一条巨蛇战斗。那头蛮龙进食的红花是什么植物？竟然让它拥有了抗衡巨蛇的实力？咦，那是白月。我的天，真的是白月！它不是被苍龙巨兽吞没了吗？不会是看错了吧？我记得白月体型没有这么大。白月，没想到你还活着，真的是太好了！希望你将来不要遇到危险。才几天没见，这蛮龙怎么变这么大了？难道跟石壁上的红花有关？探查术。血红蓝，超凡植物，极其罕见的植物，吞食后能激活生物的体内的天赋，并突破身体基因限制。激活生物体内的天赋，突破身体基因的限制，绝对是宝贝。咦，这小兽竟然来这了，呵呵，倒是省了我去找你了。小东西，这么远你怎么来的？当然是开车来的。哟，最近发达了买车了，这特斯拉得花不少钱吧？不贵，我买的二手的才9万9，这么便宜能靠谱吗？找靠谱的地方买呗。我是在瓜子二手车买的，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车况一目了然。电车还有电池回购保障，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好机会。丁，进食超凡植物血红蓝，进化点10，血红蓝进化能量1，一株血红蓝的进化点竟然只有10。血红蓝进化能量积累完毕，开始进化。那石壁上的红花究竟是什么东西？蛮龙和白月吃了石壁上的红花，短短几分钟内体型就变大了。系统面板，战斗力竟然15万了，这一波直接暴涨6万战斗力。咦，蛮龙竟然死了，好胆！想跑。那是秦明。白月，我就知道你没死，真是太好了。那是什么武器？这是大夏最新研制的激光武器，这次上面很重视恐龙岛探险，让我们带了激光武器。看来这个世界的科研水平比前世的蓝星要高上一大截。平头姐，不错不错，个头大了不少。走，我带你们去个地方。请问你叫秦保国吗？没错，我是叫秦保国。你怎么会认识我？大伯，你真的还活着？你是秦明。小明，不知道我们时候可以离开这座恐龙岛屿？大伯，你放心好了，只要我们把岛屿上的情报整理收集完成，回到苍龙基地，军方一定会很快派人接大家出去。不好了，秦首领，我们部落的杰克老大被人抓走了。荒岛上除了部落与聚集地，还有其他落难的人类。落难的人只有一批，最后分成狩猎为生的部落和采集种植的聚集地。这座岛屿上不可能有其他人类，除非这个岛上有原住民。对，那伙人衣服蔽体，说出的语言跟我们所有人都不同。不过他们的身体力量很强，身手很敏捷，像是森林里面的猴子一样。大伯，你在想什么？难道部落的首领杰克跟你关系不好？不是，这座危险的荒岛上哪有什么烂关系，光是生存就够累的。我在想，怎么去营救杰克他们？毕竟土著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拯救部落的杰克，找到他们，对我们探险任务收集信息很重要。可是你们刚刚来到这座岛屿上，还不了解这座岛屿上有哪些地方危险。大伯别担心我们可以带着白月去，一定会没事的。可是黑熊大王会听你的话吗？大伯，岛屿上有没有白月喜欢吃的东西？有，我们种植的药草，白月很喜欢吃。一定是灵药，快去拿一些过来啊！可是我们种植的草药已经被白月吃完了。药草我们部落的仓库里还有几十箱。几十箱，灵药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救人。本熊就喜欢救死扶伤。走。你敢信空降的美女市长惨遭设计下药，一众市委常委领导竟然参与其中，而我一个小科员却成为被推出去的替罪羊。然而在面对妩媚动人的美女市长时，我终究还是小啊，一会来我办公室一趟，找你有点事。这天，肖伟正在办公室加班看文件，突然接到了苍兰市市府办主任严景辉的电话。作为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一没背景，二没靠山，能从千军万马的考公大军中拼杀出一条血路。虽然进入经常干些端茶倒水的事情，但也算是出人头地了。好的，严主任，我马上过去。进来。严主任，您找我？
小肖啊，这……严景辉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随意，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小北心中有些忐忑，不知道这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上司，突然找自己有什么事。小肖，你来市府办也有一段时间了吧？感觉怎么样啊？挺好的，严主任能在这里工作，我挺珍惜的。年轻人啊，要有上进心，不能止步不前。你有没有想过更进一步啊？萧北一愣，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激动。他没想到严景辉会突然提到这个话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严主任我当然想进步，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努力。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晚有个饭局，你跟我一起去，多认识一些领导，对你以后发展有好处。萧北心中一喜，看严景辉这架势，是要栽培自己啊！谢谢严主任，我一定好好表现。严景辉满意地点了点头，眼中却闪过一抹追狡黠。记住，饭局上少说话，多听多看，知道了吗？萧北虽然不太明白严景辉话中的深意，但还是郑重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严主任。好了，你先去忙吧，晚上6点准时到楼下等我。好的，严主任，那我先出去了。走出办公室，萧北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然心中有些疑惑，但更多的是激动。他感觉自己仿佛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机会，说不定日后能飞黄腾达。而办公室内，严景辉看着萧北离开的背影，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老崔，替罪阳已经找到了，晚上按计划行事，别出差错。放心吧，严主任，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不过这小子靠谱吗？一个没背景的小角色，正是最好的棋子。出了事，他也只能认栽。挂断电话，严景辉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萧北啊，萧北，你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夜幕降临，萧北准时等在市委办楼下，严景辉的专车缓缓驶来。上车，车子缓缓驶入苍兰市最豪华的酒店——金鼎大酒店。萧北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他从未踏足过这种地方，更别说和市里的领导们同桌吃饭。小小，放松点，今晚就是吃个饭，认识认识人，别太紧张。谢谢严主任，我会注意的。两人下车后，径直走进酒店大堂。萧北跟在严景辉身后，脚步有些僵硬，生怕自己显得格格不入。老严，你可算来了，就等你了。路上有点堵，耽误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市委办的小肖，年轻人，很有潜力。各位领导好，我叫萧北，请多指教。众人打量了他一眼，纷纷点头示意。小肖是吧？不错，年轻人有前途，坐下聊。萧北小心翼翼地坐在了严景辉旁边的位置，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显得格外拘谨。严景辉一边喝酒，一边和几位领导聊着市里的工作，貌似不经意地问道：“哦，对了，秦市长他们到了吗？”严景辉口中的这位秦市长不是别人，正是苍兰市新上任的美女市长秦若曦。秦若曦这个名字，萧北并不陌生，听闻她是个1等1的大美女，甚至长得比某些女明星还要漂亮。几位领导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说道：“秦市长已经到了，就在隔壁的天字1号包间。”既然秦市长在隔壁，我们作为下属，理应过去敬一杯酒，表示一下心意。众人纷纷点头附和，显然对严景辉的提议没有异议。小小，你也一起来吧，见见秦市长，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好的，严主任。请进。宽敞的包间内，一张巨大的圆桌旁坐着几位市里的高层领导，市委副书记唐建辉、副市长邢国忠等人悉数到场，而坐在主位的正是秦若曦。秦市长打扰了。严主任客气了，大家都是同事，不必这么见外。我们过来敬一杯酒，祝贺您上任。秦市长，这杯酒我敬您，祝您工作顺利，带领我们苍兰市再创辉煌。谢谢严主任的祝福，我会尽力而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既优雅又从容，仿佛天生就属于这种大场合。小伟站在一旁不敢说话，他偷偷打量着秦若曦，心中不禁感叹：这位美女市长果然名不虚传，不仅外貌出众，气质更是无可挑剔。小小，你也来敬秦市长一杯，别愣着。小北回过神来，连忙端起酒杯，走到秦若曦面前：秦市长，我是市府办的萧北，敬您一杯，祝您工作顺利。他轻轻抿了一口酒，目光再次扫过众人，语气淡然道：好了，大家的心意我都收到了，回去继续用餐吧，别耽误了正事。严景辉等人连忙点头，恭敬地退出了包间。小小，秦市长可不是一般人，以后有机会多向他学习。是的，严主任，我会的。回到包间后，萧北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样集美貌与权力于一身的女人，究竟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啊？小肖，来喝一杯。另一位领导见状，也端起酒杯。小肖，来，我也敬你一杯，以后在市府办好好干，前途无量啊！萧北不敢推辞，只得再次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小小，酒量不错嘛，来，再来一杯，今晚不醉不归。萧北心中有些不安，但面对领导的热情，他不敢拒绝，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喝。严主任，我好像有点喝多了。萧北勉强支撑着身体，声音有些含糊。没事，年轻人嘛，多喝点酒是好事，能放松一下。严景辉笑了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萧北还想说什么，但脑袋越来越沉，眼前的景象逐渐模糊，最终他的意识彻底陷入了一片黑暗。小小，小小。严景辉见他毫无反应，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老严，这小子好像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是，看来小肖酒量不咋的，我让人扶他去休息一会吧。随即，严景辉叫来服务员，吩咐道：帮我们把他送到楼上的房间休息，他喝多了。你敢信，空降的美女市长惨遭设计下药，一众市委常委领导竟然参与其中，而我一个小小科员却成为被推出去的替罪羊。然而在面对妩媚动人的美女市长时，我终究还是
萧北感觉疼痛欲裂，这时他发现自己只穿着一件浴袍，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转头一看，只见秦洛西正躺在他身旁，只剩下贴身衣物，白皙的肌肤格外刺眼。萧北的心脏狂跳，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他立刻意识到自己被人设计了，什么进步，什么栽培，根本就是严景辉的一个圈套。秦市长，好热，我好难受。萧北的心猛地一沉，秦洛西的状态明显不对劲，显然是被人下了药。他迅速从床上跳下来，抓起地上的衣服，手忙脚乱地穿好。秦市长，您醒醒，我们被人设计了。你说什么？秦洛西勉强撑起身子，但身体软绵绵的，根本无法坐稳。他的脸色越来越红，呼吸也越来越急促，显然药效正在发作。我控制不住。秦洛西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助和痛苦。萧北心急如焚，看着秦洛西痛苦的模样，他知道必须尽快想办法帮他缓解药效。他迅速跑到房间的小吧台前，倒了一杯冷水，快步回到床边。秦市长，您先喝点水，可能会好受些。萧北将水杯递到秦洛西唇边，秦洛西勉强抬起头，嘴唇微微颤抖，喝了几口水，但他的脸色依旧潮红，呼吸急促，显然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行，还是好热。他的手紧紧抓住萧北的衣袖，指尖微微发颤。萧北的心猛地一沉，他迅速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了房间的浴室上。对了，凉水或许能帮他降温，缓解药效。秦市长，您忍一忍，我马上帮您降温。萧北说完，立刻冲进浴室，拧开水龙头，凉水哗哗地流进浴缸。难受，马上就好。秦市长，您再坚持一下。他迅速跑回房间，看到秦洛西蜷缩在床上，身体微微颤抖，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萧北咬了咬牙，伸手将秦洛西抱了起来，他的身体滚烫，几乎让他感到一阵灼热。萧北快步走进浴室，小心翼翼地将秦洛西放入浴缸中，渐渐凉水起了作用，秦洛西的情况逐渐平稳下来，脸上的潮红也慢慢褪去。萧北见状，松了一口气，他小心翼翼地扶起秦洛西，用浴巾将他包裹住，然后轻轻地把他抱回床上。紧接着，萧北找来一条干净的毛巾，仔细地为秦洛西擦干身上的水珠。他的动作十分克制，尽量避免触碰到他的敏感部位。擦干后，萧北替他盖好被子，确保他能够舒适的休息。做完这一切，萧北疲惫地坐在沙发上，他看了看床上熟睡的秦洛西，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今晚的事情绝对不简单，严景辉及其势力的阴谋已经浮出水面，而他恐怕已经成了这场阴谋中的一枚棋子。很明显，严景辉等人精心设计的陷阱，令这位新来的美女市长身陷囹圄。如果这个新闻传出去，对于秦洛西的名声而言，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何况自己目前还不知道严景辉他们手里有没有更劲爆的东西，比如说照片和视频什么的。如果有，那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有一点，萧北可以肯定，单凭严景辉自己，绝对不敢对秦洛西下手，幕后毕竟有更大的老虎。这只大老虎是谁呢？萧北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试图理清思绪。然而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他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这是哪里？他喃喃自语，随即掀开被子，发现自己只穿着贴身衣物，顿时脸色大变。他的动静惊醒了沙发上的萧北，此时的秦洛西已经坐了起来，脸上满是惊慌和愤怒。秦市长，您醒了？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你对我做了什么？秦市长，您别误会，昨晚您被人下了药，我是在帮你。帮我？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怎么会被人下药？而且你凭什么帮我？你到底有什么企图？萧北心中焦急，他知道如果不解释清楚，自己恐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下来。秦市长，您先冷静一下，听我解释。我叫萧北，在市政办工作。昨晚严主任还带我去给您敬酒来着。后来我喝醉了，醒来就发现我们在这个房间。您当时的状态很不对劲，我怕您出事，就用凉水帮您降温，然后让您休息。我绝对没有对您做任何不轨之事。秦洛西听完萧北的解释，眉头微微皱起，他努力回忆昨晚的事情，但记忆却十分模糊。他只记得在昨天的接风宴上，自己喝了几杯酒，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你说的是真的？秦洛西的语气稍有缓和，但眼神依旧警惕。千真万确，秦市长，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担保，我绝对没有冒犯您的意思。我也是被人设计了，有人恐怕是想利用我来陷害你。秦洛西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思考萧北的话。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浴袍，又看了看萧北那诚恳的眼神，心中的疑虑渐渐消散。好，我暂且相信你。不过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如果让我发现你骗我，后果你是知道的。秦市长，您放心，我绝对不敢欺骗你。行了，你先出去吧，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是，秦市长。萧北还没等刚走到门口，他身后便传来秦洛西冰冷的声音：等等。秦市长，您还有什么吩咐？秦洛西缓缓走到他面前，眼神冰冷，仿佛要看穿他的内心。昨晚的事情，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如果你敢说出去，哪怕是一个字，我保证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来。萧北心中一凛，但他并没有慌乱，反而挺直了腰板，直视着秦洛西的眼睛。秦市长，您放心，我萧北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昨晚的事，我会烂在肚子里，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秦洛西盯着他看了几秒，似乎想从他的眼神中找出破绽，但萧北的目光坦荡而坚定，没有丝毫躲闪。最好如此，你可以走了。萧北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房间。房门关上的那一刻，秦洛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疲惫，他缓缓滑坐在地上，眼中闪过一丝迷茫。怎么会这样？原本以为自己来到苍兰市是为了大展拳脚，改变这座城市的落后面貌，可没想到刚上任就被人设计了，而且还是如此卑劣
劣的手段。他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仿佛自己陷入了一个看不见的泥潭，越是挣扎越是陷得深。我该怎么办？他闭上眼睛，泪水无声地滑落。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秦若曦猛地睁开眼睛，警惕地盯着门口。秦市长，是我，萧北。门外传来萧北的声音。秦若曦皱了皱眉，起身走到门口，透过猫眼看到萧北正站在门外，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你又来干什么？秦市长，我给您买了早饭，您昨晚没吃什么东西，又折腾了一夜，肯定饿了。我买了粥和包子，您趁热吃吧。秦若曦愣了一下，没想到萧北会去给自己买早饭。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打开了门。秦市长，您先吃点东西吧，身体要紧。他将塑料袋递了过去。秦若曦接过早饭，眼神复杂地看着萧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秦市长，我知道您现在心里一定很乱，但您是新来的市长，苍兰市需要您，我不能看着您被那些人毁了。秦若曦看着他，心中微微一动。他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就不怕惹上麻烦？怕，但比起怕，我更不愿意看到您被那些人陷害。苍兰市的官场太复杂了，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应付。如果您不嫌弃，我愿意帮您。你一个小小的科员，拿什么帮我？你敢信，堂堂正厅级别的美女市长，竟然被一群市委常委领导下陷害，而我一个小小的科员，成为了他们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然而我却不认命，只有胜天半子。秦市长，您刚来苍兰市，可能对这里的局势还不太了解。严景辉虽然是市政办主任，但他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靠山。昨晚的事情绝不是他一个人能策划的，他们敢对您下手，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甚至可能连酒店的人都已经被他们买通了。你的意思是，他们早就设计好了这个局，等着我往里跳？没错，严景辉他们这么做，无非是想给您一个下马威，警告您不要轻易插手苍兰市的事务。他们知道您是新来的，根基不稳，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就凭他们也想让我知难而退？秦市长，您可能低估了他们的手段，他们既然敢对您下手，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昨晚的事情，他们肯定已经准备好了后手，比如照片、视频之类的证据。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反而会落入他们的圈套。秦若曦沉默了片刻，眼中闪过一抹思索之色。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只能吃这个哑巴亏？没错，秦市长，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我们贸然追究，反而会让他们抓住把柄，甚至可能借此大做文章，毁掉您的名声。所以，我建议您暂时忍耐，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等我们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再一举反击。秦若曦听完萧北的分析，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他沉默片刻，随后轻轻叹了口气，语气依旧冷淡，但少了些许锋芒。你说的有些道理，不过这件事我会自己处理，你不用再插手了。萧北愣了一下，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恭敬地说道：“是，秦市长，如果您有任何需要，随时可以找我。”好，你先回去吧。萧北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朝门口走去。片刻后，秦若曦走到窗边，深吸一口气，低声喃喃道：“萧北这个人倒是有点意思。”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萧北刚才的表现诚恳、坦荡，甚至带着一丝倔强。虽然他只是个小科员，但他的话却句句切中要害，显然对苍兰市的局势有着深刻的了解。或许他真的可以帮到我。秦若曦心中一动，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喂，小李，帮我查一下市府办科员萧北的档案，越详细越好。挂断电话后，秦若曦目光深邃。苍兰市的水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不过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事情办得怎么样？没有被人发现吧？放心吧，领导，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而且我还拍了照片。严景辉恭敬地将一个信封递到对方手中，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不错，呵呵。秦若曦，你的把柄在我手上，看你还能翻起什么了？是啊，领导，秦若曦刚到苍兰市就想大刀阔斧的改革，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有他的把柄，看他还能不能硬气起来。他不是想改革吗？那就让他改。不过前提是他得乖乖听话，否则这些照片和视频一旦流出去，他的政治生涯可就彻底毁了。领导，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要不要直接找他摊牌？不要急。秦若曦刚来，没有根基，我们先让他蹦跶几天，等他以为自己站稳脚跟的时候，再给他当头一棒，到时候他才会明白苍兰市到底是谁说了算。领导英明，为了以防万一，我把萧北发配到边缘单位去，让他远离秦若曦。适当案管那边正好缺人，让他去整理那些陈年旧档，保管他忙得没时间多管闲事。哼，一个小人物而已，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不过你这样安排，也省去我们一些麻烦。秦若曦啊，秦若曦，想整治苍兰市官场，你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跟我斗，你得掂量掂量自己胸脯有几两肉。小萧啊，昨天的饭吃的怎么样？昨天那些可都是各市局的一二把手，都是些顶呱呱的人脉。不过昨晚大家都喝醉了，我都不知道你啥时候回的家。他之所以故意这么问，一来是试探萧北的反应，二是需要自己对他的提拔。萧北心中冷笑，脸上却不动声色。昨晚我醒了酒就回家了，谢谢严主任的栽培。跟您比起来，
我可是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对于萧北的阴阳，严景辉则装作没听懂。年轻人谦虚是好事，不过你也不用妄自菲薄，你的能力我还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打算提升你为档案馆办公室副主任。萧北闻言心中一震，瞬间明白了严景辉的用意，这是明升暗降啊！档案馆虽然名义上是市级单位，但实际上是个边缘部门，这是让他背锅完自生自灭啊！严主任，我觉得我手上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现在调去档案馆恐怕不太合适。小小，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要服从安排。再说了，档案馆的工作也是为市里服务，你怎么能挑三拣四呢？萧北心中怒火中烧，但他知道此刻不能发作，他只能强压下心中的情绪。严主任，既然是组织上的决定，那我服从安排。这就对了嘛，小肖你放心，档案馆的工作虽然清闲，但也是很有意义的。你去了那里好好干，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把你调回来。萧北心中冷笑，脸上却不动声色。谢谢严主任的关心，我会努力的。好了，你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去档案馆报道吧。老萧，你真的要调去档案馆吗？青年叫王云飞，是市政办里少数几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同事，平日里两人经常一起加班，偶尔也会一起吃饭。明天就去报道，组织上的安排我也没办法。怎么会这样？你不是一直干得好好的吗？这顿我请，就当是给你送行了。好啊，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萧北心里却感到一丝暖意，在这个办公室里，至少还有一个在他落魄的时候真心关心自己的同事。其实我觉得你去档案馆未必是坏事，那里虽然清闲，但也是个沉淀自己的好地方。等风头过去了，说不定还有机会调回来。借笔吉言。萧北笑了笑，心里却明白自己这次被调走，恐怕没那么容易再回来了。对了，老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突然被调走？我觉得没任何理由啊。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得罪了什么人吧。萧北没有透露自己跟秦若曦之间的事情。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保重好自己，以后常联系，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好，一定。谢了云飞。萧北深吸了一口气，说实话，此时此刻他有点想哭。自己明明是那么努力工作，上位者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正所谓10年寒窗，不及3代从商；3代从商，不及祖上扛枪；祖上扛枪，不如官到吴江。但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局面？只能寄希望于秦若曦那边，看有没有翻身的机会。你敢信我只是市里一个小小的科员，却因意外卷入美女市长和市委高层的权力斗争中，惨遭领导打压，被下放到档案馆做闲职，看我能否逆天改命。冯局长，我叫萧北，今天来报道。冯立民这才抬起头，迷着眼睛打量了萧北几眼，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你就是萧北啊，市政办调过来的。是的，冯局长。听说你在市政办干得不错啊，怎么突然调到我们这儿来了？萧北听出了他话里的讽刺，但脸上依旧保持着平静。组织上的安排，我服从调遣。呵呵，服从调遣说得好听，不过既然来了，就得按我们档案局的规矩办事。我们这儿可不比市政办，工作清闲得很，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混日子的。萧北没有接话，只是静静地站着，等待冯立民的下一步指示。冯立民见萧北没什么反应，心里有些不爽，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丢到萧北面前。这是你今天的任务，先把这些档案整理一下，按照年份和类别分类归档，记住别弄错了，这些可都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萧北接过文件，扫了一眼，发现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旧档案，显然已经积压了很久。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好的，冯局长，我会尽快完成。行了，出去吧，有事我会叫你。萧北转身，他刚走几步，就听到后面传来冯立民的低语：“哼，市政办来的又怎么样？到了我这儿就得乖乖听话。”萧北没有理会，径直走出办公室。萧北才刚到档案室一会，一个眼睛水汪汪的女职员就进来了。看到萧北后愣了一下：“您就是新来的萧主任吗？”“我叫萧北，今天刚来。”萧主任您好，我是档案室的楚月，冯局长让我把这些文件也交给你整理。萧北接过文件，发现又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档案，心里明白这是冯立民故意刁难他，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只是点了点头。好，我会尽快处理的。楚月看了看萧北，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了口气。那您慢慢整理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谢谢。档案室里只剩下萧北一个人，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埋头整理文件。时间1分1秒的过去，他的动作越来越熟练，效率也越来越高。虽然工作枯燥乏味，但他没有丝毫懈怠，反而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沉淀机会。中午时分，楚月再次来到档案室，手里提着2份盒饭。萧主任，休息一下吧，我给你带了午饭，做好从家里带来的。萧北抬起头，有些意外。谢谢，你太客气了。别客气嘛，大家都是同事，我看你一直没出来，就知道你肯定还在忙。其实档案局的工作虽然清闲，但也不是没有意义。这些档案里藏着很多历史故事，有时候翻着翻着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啊，历史是最真实的记录者，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记录整理好，留给后人。楚月看了萧北一眼，眼中闪过几分欣赏之色。萧主任，我看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来档案局都是混日子的，但你好像很认真呢。既然来了，干嘛不好好干？也是给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
下午，小北继续整理档案，楚月也时不时过来帮忙。有了他的协助，工作进度快了许多。临近下班时，冯立民突然来到档案室，看到小北和楚月正在忙，眉头微微一皱。小肖，工作完成的怎么样了？冯局长已经整理了大半，剩下的明天可以完成。冯立民扫了一眼桌上的文件，发现确实整理的井井有条，心里有些不爽，但也不好发作，只是冷冷的说道：效率还不错，明天继续加把劲，争取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出来。是，冯局长。冯立民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了档案室。冯局长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平时他可不会来档案室。肖北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冯立民是故意来给他下马威的，但他并不在意。肖主任，你明天还要来干嘛？当然，工作还没完成呢。楚月点了点头，表示十分敬佩。你真厉害，要是换做别人，早就受不了了。没什么厉害的，只是做好自己的事而已。哈哈，那我还跟你一起干。下班后，肖北和楚月一起走出档案局，夕阳的余晖洒在两人身上，拉长了他们的影子。肖主任，明天见哦。肖北点了点头，目送楚月离开。站在档案局门口，肖北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了看天空。无论明天怎么样，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来，乐观对待。第二天一早，冯立民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里，然后翘着二郎腿看报纸。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寂静。他瞥了一眼来电显示，发现是市政办的号码，心里不由得一紧。市政办怎么会突然打电话过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起了电话。喂，是冯局长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语气中带着几分官腔。是我，您是？冯立民心里有些不安，但还是尽量保持镇定。我是市政办人事科科长徐锡华。对方自报家门，声音不疾不徐。冯局长，有件事需要通知你一下。冯立民心里咯噔一下，徐锡华是市政办的实权人物，平时很少直接给他打电话。他连忙坐直了身子，语气恭敬地说道：徐科长，您请说。关于肖北同志的事。徐锡华顿了顿，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意味。市政办这边决定将他调回原岗位工作，调令已经下来了，今天就会发到你那边。冯立民一听，心里顿时一沉，握着电话的手不由得紧了紧。肖北调回市政办，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是被发配到档案局的，怎么突然又要调回去了？徐科长，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冯立民试探性地问道，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安。肖北同志刚来档案局不久，工作还没完全上手，怎么突然就要调回去了？误会。徐锡华冷笑了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讽刺。冯局长，肖北同志的工作能力市政办是清楚的，调他去档案局本来就是个临时安排，现在市政办这边需要他回来，调令已经下来了，你照办就是。冯立民听得出来，徐锡华的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耐烦，甚至有些警告的意味。他心里顿时明白了，肖北的背景不简单，市政办这是要把他重新调回去，而且态度强硬，根本不容他质疑。是，我明白了。冯立民连忙点头，语气中带着几分讨好。请徐科长放心，我这边一定配合，马上安排肖北同志交接工作。那就好。徐锡华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几分官威。冯局长，肖北同志在档案局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了。哪里都是应该的。冯立民干笑了两声，心里却暗暗叫苦，他哪里照顾过肖北，分明是处处刁难。现在市政办突然要把肖北调回去，显然是肖北背后有人出手了。挂断电话后，冯立民坐在椅子上，脸色阴晴不定。他回想起昨天对肖北的态度，心里不由得一阵后悔。早知道肖北有这么大的背景，他何必去刁难呢？现在倒好，肖北要调回去了，自己反而成了那个得罪人的角色，不行，得赶紧补救。冯立民猛地站起身，快步走出办公室，直奔外面而去。一个小职员被上司陷害，却陷入官场斗争中，被领导发配边缘单位档案局工作。本以为仕途无缘了，却被市长调回市府办。肖北刚走进档案局的大门，正准备去档案室继续整理文件，突然听到走廊尽头传来一阵低沉的男声，语气轻佻，带着几分不怀好意的笑意。楚月，你这裙子挺好看的吗？新买的。肖北皱了皱眉，顺着声音走去。他放轻脚步，探出脑袋，看到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楚月面前，脸上挂着油腻的笑容，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楚月。这个男人正是档案局的办公室主任丁文斌。楚月脸色有些尴尬，但还是勉强笑了笑。丁主任，您说笑了，这裙子都穿了好久了。是吗？我怎么没见你穿过？丁文斌故作惊讶，语气中带着几分挑逗。不过你这么漂亮，穿什么都好看。丁主任，您要是没什么事，我先去忙了。哎，别急着走啊！丁文斌伸手拦住楚月的去路，脸上的笑容更加放肆。工作吗？不急这一时半会儿。你看你整天忙得跟个小蜜蜂似的，也该休息休息了。楚月往后退了一步，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丁主任，我真的还有工作要做，冯局长交代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冯局长的任务？丁文斌嗤笑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回头我跟他说一声就行了。你听我的，今天下午跟我出去一趟，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保证比在这儿整理档案有意思多了。楚月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语气也冷了下来。丁主任，请您自重，我还要工作。
自重。丁文斌挑了挑眉，语气中带着几分威胁。楚月，你别不识抬举，我可是为你好。你在这儿干一辈子，也就是个小职员，跟着我，说不定还能有个好前程。楚月咬了咬嘴唇，正要反驳，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丁主任，楚月的工作是我安排的，您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找我。丁文斌一愣，抬头看到萧北站不远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你是谁？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萧北走到楚月身旁，语气平静，但带着几分冷意。我是萧北，前2天刚调到档案局工作，楚月的工作由我负责。丁文斌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萧北几眼，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哦，你就是那个从市政办调过来的萧北呀？怎么刚来就想逞英雄？萧北没有理会他的嘲讽，只是淡淡的说道：丁主任，楚月还有工作要做，您要是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萧北，你别不识抬举，你只是个副主任而已，这儿可不是市政办，轮不到你指手画脚。丁主任，只要你别骚扰女同事就好，我可没兴趣对你指手画脚。丁文斌被萧北的态度激怒了，脸色长得通红，恶狠狠地说道：你小子算什么东西，敢在我面前装腔作势？今天我就教你规矩。萧北眼神一冷，迅速提出一脚，动作干净利落。丁文斌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已经被萧北踹到一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丁文斌躺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半天没缓过神来。楚月瞪大了眼睛，捂住嘴巴，惊讶地看着这一幕。他没想到看着温文尔雅的萧北，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身手。萧主任，你……楚月有些担心地看着萧北，又看了看地上的丁文斌，一时不知所措。没事，丁主任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这就扶他起来。说完，萧北笑呵呵地伸出手来，丁文斌打掉他的手，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色铁青，指着萧北怒吼道：你他妈敢打我？你等着，我这就去找冯局长，看他怎么收拾你。就在这时，冯立民匆匆赶来，脸色有些焦急。他一看到萧北，立刻露出关切的表情。萧主任，这是怎么了？你没事吧？丁文斌一见冯立民，立刻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指着萧北大声说道：冯局长，您来的正好，这个萧北他居然敢动手打我，您看看我这腰都快断了，这种人怎么能留在档案局？必须严惩才行。冯立民皱了皱眉，看了一眼丁文斌，又看了看萧北，语气冷淡地说道：丁主任，你先别激动，到底怎么回事？丁文斌添油加醋地说道：冯局长，我刚才只是和楚月聊了几句工作上的事，萧北就突然冲上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摔在地上，这种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冯立民听完，脸色一沉，转头看向萧北：萧主任，丁主任说的是真的吗？萧北神色平静，淡淡地说道：冯局长，丁主任刚才对楚月言语不当，甚至动手动脚，我只是制止了他的不当行为，如果他觉得我做的不对，我可以道歉。冯立民听完，心里顿时明白了7、8分。他早就听说丁文斌平时作风不正，没想到今天居然撞到了萧北手里。他冷哼一声，对丁文斌说道：丁主任，萧主任是市政办调来的干部，他的工作作风一向严谨，不会无缘无故动手。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丁文斌一愣，没想到冯立民居然不站在自己这边，连忙辩解道：冯局长，您可不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啊，我什么都没做，是他故意找茬。行了，丁主任，这件事到此为止，你先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如果再让我听到类似的事情，别怪我不客气。丁文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还想再说什么，但看到冯立民严厉的眼神，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狠狠地瞪了萧北一眼，转身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等丁文斌走远，冯立民这才换上一副笑脸，对萧北说道：萧主任，你没事吧？丁文斌这个人平时就有些不着调，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谢谢冯局长关心，我没事。冯立民点点头，语气中带着几分讨好。对了，萧主任，市政办那边刚刚来了调令，让你回去工作，你看这边的工作交接一下，明天就可以去市政办报道了。萧北有些意外，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市政办竟会无缘无故调自己回去，如果没猜错的话，肯定是秦若曦出手了。好的，冯局长，我会尽快完成交接。萧主任，这2天辛苦你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合作。萧北点了点头，目送冯立民离开。楚月站在一旁，脸上满是惊讶。萧主任，你真是太厉害了，不仅工作能力强，连身手都这么好。只是学过一点防身术而已。楚月，以后如果丁文斌再找你麻烦，记得告诉我。谢谢你，萧主任。不过你真的要调走了吗？是啊，没想到这么快，我还以为不会再回去了呢。楚月咬了咬嘴唇，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但很快又扬起笑容，说道：萧主任，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要不今晚我请你吃饭吧？今天恐怕不行，市政办那边催得紧，我得赶紧回去交接工作。改天吧，有机会再一起吃饭。那好吧，那改天你一定要赏脸哈。萧北笑了笑，没再多说什么，转身朝门口走去。他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楚月一眼，语气认真：楚月，档案局的工作虽然琐碎，但也很重要，你在这好好干，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影响你。我会的。萧北离开档案局，打车直奔市政办。一路上，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丁文斌那张愤怒扭曲的脸，以及冯立民那副讨好的笑容。难怪权力如此让人着迷，领导一句话就能让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可怕。车子停在市政办大楼前，萧北大步走了进去。笑笑，你回
回来了。严景辉脸上挂着笑容，快步走了过来。哎呀，小小，你可算回来了。档案局那边的工作辛苦了吧？还好，都是分内之事。呵，不愧是咱们市政办的骨干。对了，秦市长刚才还问起你呢，让你回来后立刻去他办公室一趟。好的，我这就去。严景辉又叮嘱了几句，这才转身离开。你敢信，我因站队正确，从一个小小的科员一步登天做了市长大人，同时正式卷入苍兰市高层权力斗争当中。秦市长，您找我？萧北，坐吧，我们聊聊。萧北在沙发上坐下，目光平静地看着秦若曦，等待他的下文。秦若曦放下手中的文件，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语气中带着几分严肃。萧北，这次调你去档案局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是严景辉擅自做主，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猜到了一些，但没想到严主任会这么做。秦若曦冷笑一声，眼神中闪过一丝冷意。严景辉胆子不小，竟敢在我眼皮底下搞这种小动作。萧北没有接话，他知道秦若曦此时的心情，严景辉的行为无疑是在挑战他的权威。秦若曦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萧北，语气中带着几分深沉。小萧，你知道苍兰市目前的局势吗？我虽然不太懂，但也能感觉到苍兰市的局势并不简单，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尤其是严景辉背后的人，似乎并不愿意看到您推动改革。你说的没错，严景辉只是表面上的棋子，他背后的人才是真正的对手。他们不愿意看到我在这里站稳脚跟，更不愿意看到我推动改革，所以他们才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为了把我赶出苍兰市。秦市长，我明白您的意思，您需要我做什么？我想要你做我的秘书。萧北听到秦若曦的话，心中一震，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他微微皱眉，语气中带着一丝迟疑。秦市长，这样恐怕不太合适吧？我现在连副科都不是，就直接担任您的秘书，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毕竟严主任他们那边……秦若曦轻笑一声，眼神中透着几分锐利和自信。他缓步走到萧北面前，双手抱胸，说道：“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不是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吗？那我就光明正大的告诉他们，你是我的人，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萧北依然有些顾虑，低声说道：“可是这样一来，您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严主任他们肯定会借题发挥，甚至可能会在上级领导面前……”秦若曦打断了他的话，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压力？我秦若曦什么时候怕过压力？他们越是想让我退缩，我越是要迎难而上。萧北，你是我看中的人，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不需要担心这些，只需要做好你的工作，站在我这边就够了。我秦若曦既然来了苍兰市，就没打算轻易离开。他们越是想要逼我走，我越是要站稳脚跟。萧北沉默片刻，心中权衡利弊。他知道秦若曦此举无疑是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但同时也意味着他对自己的信任。他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秦市长，既然您这么信任我，那我一定不负所托。只是严主任那边恐怕不会轻易罢休。”严景辉他不过是条看门狗罢了，真正的主子还没露面呢。你放心，他们不敢明着来，最多就是在背后使些小手段，而你要做我的眼睛和耳朵，帮我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我明白了，秦市长，我会尽全力协助您，绝不让您失望。秦若曦满意的笑了笑，重新坐回椅子上，语气轻松了几分，然后从抽屉中拿出了一份资料。很好，这是市政办近期的工作重点和一些重要项目的资料，你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明天就正式上任。记住，你的位置很关键，不仅要帮我处理日常事务，还要时刻留意那些人的动向。秦市长，您放心，我会尽快熟悉工作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不过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开始，你的日子可不会太轻松。我明白，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退缩。行了，你先回去准备吧，明天早上8点准时到我办公室报到。好的，秦市长，那我先走了。走出办公室，萧北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已经正式卷入了苍兰市高层的权力斗争之中，而秦若曦显然是要借他的手打破现有的局面。与此同时，市政办主任严景辉的办公室里，严景辉正坐在办公桌前，脸色阴沉的可怕。他刚刚得知秦若曦任命萧北为他的秘书，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头。秦若曦，你这是在打我的脸！严景辉咬牙切齿的低吼，他猛地站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萧北不过是个小小的科员，竟然一跃成为市长的秘书，而且是在完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这简直是对他严景辉的羞辱。多谢，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严景辉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他迅速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喂，什么事？领导，出事了！秦若曦刚刚任命萧北为他的秘书，这摆明了是要跟我们对着干啊！”萧北就是上次在酒局上安排的那个家伙，就是他。秦若曦这是故意在打我的脸，也是在向您示威啊！他这是要彻底撕破脸了。好一个秦若曦，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啊，竟然能想出来这种损招。不过他这一安排，我们还真就被动了。虽然女领导安排男秘书这种事容易被人说3道4，但这终究是私人问题。这样一来，咱们之前拍的照片就用不上了。领导，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蠢？
秦若曦有没有结婚？哪怕她找个小白脸，也不是什么大事。如果咱们再拿他俩的照片做文章，意图不就直接暴露了吗？到时候你怎么解释照片从哪里来的？严景辉一听，恍然大悟道：“他妈的，秦若曦她这是杀敌1千，自损800啊！”随即他意识到自己说了脏话，赶紧道歉道：“对不起领导，我不是骂你。”行了，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秦若曦既然敢这么做，那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跟我们硬碰硬的准备。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紧他和萧北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们之间的互动，看看能不能抓到什么把柄。领导，您放心，我一定会盯紧他们。不过，萧北那小子成了他的秘书，以后我们的行动恐怕会受到影响啊！一个小小的秘书能掀起什么风浪？他不过是秦若曦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你只需要盯紧他们，尤其是他们之间的接触，看看有没有什么越界的行为。只要抓到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就能借题发挥。我明白了，领导，您放心，我一定会盯紧他们的。记住，做事要谨慎，不要打草惊蛇。秦若曦不是普通人，她的背景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你只需要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交给我来处理。是，领导，我一定谨记您的指示。电话挂断后，严景辉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的不安却并未消散，随即眼中闪过一丝阴霾。萧北，你以为傍上了秦若曦就能一步登天？哥，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而另一边的萧北作为市长大秘，自然就担任了代理科长。这样一来，等他以后提干，便能理所当然的成为正式科长。萧北刚进市政办综合一科的门，迎面而来的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办公室里，几名职员正埋头处理文件，键盘敲击声和纸张翻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他轻轻咳嗽了一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安静。各位，打扰一下。你感谢饭局上众人竟对我刮目相看，只因我成为了市长大秘。曾经无人问津的我，现在众人纷纷笑脸相迎。大家好，我是萧北，今天正式上任，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哎呀，萧科长太客气了，我是综合一科的副科长马红秋，您叫我老马就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马科长，您太客气了，我刚来，很多地方还不熟悉，还得向您请教。哪里，萧科长年轻有为，邢市长亲自点将，咱们科里可是蓬荜生辉啊。萧科长您好，我叫张家明，以后有什么需要跑腿的活，您尽管吩咐我。萧科长，我是综合一科的科员姜文新，以后工作上的事情您随时找我。姜文新，我听说过你，市政办的笔杆子，文笔一流，以后很多材料还得靠你帮忙把关呢。萧科长过奖了，我会尽力配合您工作的。萧科长，您可别光顾着夸文心啊！我叫阮露，咱科里的后勤总管，以后您要是有啥生活上的需求，尽管找我。陆姐，我记住了，以后少不了麻烦你。萧科长，您可别客气，咱们科里可是出了名的团结，您来了，咱们就更热闹了。各位，我刚来，很多地方还不熟悉，以后咱们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如果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大家尽管提出来，咱们一起改进。萧科长，您太谦虚了，您可是秦市长亲自点将的人，能力肯定没得说，咱们科里有您带领，以后肯定能更上一层楼。是啊，萧科长，您放心，咱们一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萧北知道自己虽然被秦若曦提拔为秘书，但在这个位置上能否站稳脚跟，还得靠自己的能力和同事们的支持。在职场，特别是在官场中的职场上，大家都只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至于雪中送炭，那就因人而异了。如今萧北刚得势，大家肯定都会来巴结一番。好了，大家也别光顾着说话了。萧科长刚来，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给萧科长接风洗尘。萧科长，您可别推辞啊，马科长可是难得这么大方，咱们得好好宰他一顿。那就谢谢马哥的美意了，晚上我一定准时到。萧科长，您太客气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别见外。萧科长，欢迎你加入咱们综合一科。谢谢大家的厚爱，以后还请多多关照。萧科长太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干杯。酒过三巡，气氛渐渐热络起来。姜文新坐在萧北旁边，时不时偷偷瞄他一眼，脸上泛起一丝红晕。萧科长，我再敬您一杯，以后工作上还得请您多指教。小姜，你太客气了，咱们互相学习。萧科长，我问您个私人问题可以不？你说。那个，您有女朋友了吗？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座的几个人还是听到。张家明立刻起哄道：“哎呦，文心，你这是要打听萧科长的隐私啊？”就是，文心，你是不是对萧科长有意思啊？你们别瞎说，我就是随口一问。萧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有些尴尬，但他很快镇定下来。目前还没有，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这些。好家伙，咱们萧科长还是单身贵族呢，那咱们科里的姑娘们可有机会了。马哥，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萧科长，你这么优秀，肯定有不少姑娘喜欢吧？哪有，我就是一个普通公务员，哪有什么姑娘喜欢？萧科长，您太谦虚了，您可是市长大秘，将来前途无量，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姑娘追着您跑。就是，萧科长，您可得抓紧啊，不然好姑娘都被人抢走喽。姜文新低着头，脸上红晕未退，但嘴角却微微上扬，似乎对萧北的回答感到一丝窃喜。他偷偷看了萧北一眼，心里暗想着什么。酒足饭饱后，马红秋来到前台结账，他正要掏卡，突然一个男人从旁边挤了过来，手里拿着手机，不耐烦地对服务员说道：“快点，给我开张发票，我赶
赶时间。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没看见我在这儿结账吗？挤什么挤？你结你的账，我开我的发票，碍着你什么事了？你还有理了？先来后到，懂不懂？给我排队去。排队？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让我排队？我管你是谁，在这儿就得守规矩。规矩？我可是市审计局谢局长的秘书，你算什么东西？敢跟我讲规矩？就在这时，男人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小刘，结个账怎么还磨磨蹭蹭的？”谢局长，您怎么下来了？来人正是审计局局长谢伟国，他皱着眉头，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谢局长，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人非要插队，还对我出言不逊。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挤过来插队，还恶人先告状。你是谁呀？马红秋虽然喝多了，但面对谢伟国这样的领导，还是本能的收敛了一些，硬着头皮说道：“谢局，我是市政办综合医科的副科长马红秋，今天请同事们吃饭，结账时您的秘书非要插队，这才起了争执。”马红秋没听说过，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也敢在这里大呼小叫。马红秋被谢伟国的气势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但还是强撑着说道：“谢局，我只是按规矩办事，先来后到，这没错吧？”行了，别在这里废话了，小刘，赶紧把发票开了，我们走。快给我开张发票，别耽误我们谢局的时间。马红秋气得脸色铁青，但又不敢再说什么，只能眼睁睁看着刘志远插队。就在这时，萧北、江文新、阮路等人在后面正好看到这一幕。萧北皱了皱眉，快步走了过去。马哥，怎么回事？萧科长，您来的正好，我就正常结个账。谢局长的秘书非得插队。谢局长你好，我是市政办的萧北，刚才的事情可能是误会，马科长喝多了，说话有些冲动，还请你见谅。萧北，没听说过，你是哪个部门的？谢局，萧科长是秦市长新提拔的秘书，今天刚上任，我们正给他接风呢。谢伟国听到秦市长3个字，脸色瞬间变了，原本傲慢的神情立刻收敛了不少。他重新看向萧北，语气明显缓和了下来。哦，原来是秦市长的秘书，失敬失敬。谢局长客气了，就是个给秦市长跑腿的而已。哪里，萧科长年轻有为，能被秦市长看中，肯定是有真本事的。刚才的事情是我手下不懂事，冒犯了你们，我替他向你们道歉。小刘，还不赶紧给萧科长和马科长道歉？萧科长、马科长，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2位，还请2位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的无礼。刘秘书严重了，大家都是同事，一点小误会说开了就好。萧科长真是大度，今天这事是我们不对，改天我做东请你们吃饭，算是赔罪。谢局长太客气了，改天我请您。好，那就这么说定了。萧科长年轻有为，以后咱们可得多多交流。一定，谢局长是前辈，以后还请多多指教。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闪开，让萧科长他们先去结账。刘志远连忙点头，还又闪到了一边。马红秋等人看到这一幕，心里暗暗感叹，没想到萧北一句话就让谢伟国态度大变，果然是长大秘的身份不容小觑。萧科长，那我们就先走了，改天再约。好的，谢局长慢走。萧科长，多亏您下来了，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马哥，以后遇到这种事，别跟他们硬碰硬，容易吃亏。是，我记住了。不过萧科长，您刚才那气场真是绝了。谢伟国那么傲慢的人，一听到您是秦市长的秘书，立马就怂了。那当然，咱们萧科长可是市长大秘，谁敢不给面子？萧科长，您今天可真是给咱们科里长脸了。你敢信我一个小小的科员，竟然让一众处级干部笑脸相迎，只因我成为市长大秘，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市政府2号首长。萧秘书，早上好啊！我是市财政局的副局长胡光华，今天特意来向秦市长汇报以下市里的财政预算情况。胡局长您好，秦市长正在处理一些紧急文件，您稍等片刻，我这就去通报。好，麻烦萧科长啊。萧秘书打扰了，我是市发改委的主任田丽坚，今天来向秦市长汇报市里的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田主任您好，秦市长正在忙，您稍等，我这就去通报。胡局长今天也来汇报工作。是啊，田主任，财政预算的事情比较紧急，秦市长一直很重视。萧北知道市里的官员们表面上和和气气，但私下里却各有心思，尤其是财政和发改委这2个部门，经常因为资金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你好，萧秘书，秦市长在吗？我是市交通局的局长冯国生，今天有紧急情况要向秦市长汇报。3位请稍等片刻，我这就去向秦市长汇报。那就麻烦萧秘书了。秦市长，外面有3位领导同时到访，市财政局的胡局长、发改委的田主任，还有交通局的冯局长。冯局长说他有紧急情况需要向您汇报。冯国生，他有没有说是什么事？冯局长没有明说，但看他的样子，事情似乎比较紧急。让他先进来吧，其他2位稍等。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冯局长，秦市长请您先进去。好，谢谢萧秘书。说完，他快步走进了市长办公室。胡局长、
田主任，秦市长正在处理冯局长的紧急事务，可能需要稍等一会儿。两位先到休息区坐一下，我给你们倒杯茶。两位请用茶。萧秘书真是周到，年纪轻轻就这么细心，难怪秦市长这么器重你。谢谢萧秘书。两位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就在这时，市长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冯保国从里面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几分如释重负的神情。萧秘书，这次真是谢谢你了。冯局长客气了，事情处理的还顺利吗？秦市长已经给出了指示，我这就回去安排。两位，秦市长现在有空吗？请问谁先来？我先来吧，我可是比田主任先到的。好，就让胡局长先去吧，我在这喝杯茶慢慢等。紧接着，萧北带胡光华进入秦洛熙的办公室，然后继续接待其他到来的官员。一天有不下于10几个市局领导前来拜访，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女市长，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前来巴结。接近下班前，萧北送走了最后一位前来汇报工作的官员，长舒了一口气。他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忽然瞥见办公桌上多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这钱是谁放的？什么时候放的？为什么要放这么多钱在我桌上？他下意识地环顾四周，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作为市长秘书，他深知官场上的规矩，也知道这种意外之财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市长，您现在有空吗？我有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向您汇报。什么事这么急？你过来吧。萧北挂断电话，拎起那个黑色塑料袋，快步走向秦洛熙的办公室走去。钱放下了对吧？很好，我倒要看看他萧北是收还是不收这个钱。原来这笔钱正是严景辉安排人放下的，目的当然就是坑萧北一把。如果萧北悄悄把钱收了，他会立刻去纪委举报。即使萧北不收，今天他那边去了那么多人，这种事也不可能逐一询问。如此一来，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呵呵，萧北啊萧北，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小萧，这是什么？秦市长，我刚刚准备下班时，发现桌上多了这个袋子，打开一看，里面是20万现金，我不知道是谁放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所以第一时间向您汇报。秦若曦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小萧，这件事你怎么看？秦市长，我觉得这件事不简单，这钱显然是有人故意放在我桌上的，可能是想试探我，也可能是想拉我下水。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不能收这笔钱。你说的对，这笔钱不能收，也不能声张。官场上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但必须谨慎处理才行。秦若曦沉思片刻，拿起电话，直接拨通了市政办主任严景辉的号码。秦市长，您找我。严主任，有件事需要你处理一下。秦市长，您尽管吩咐，我一定办好。萧秘书的办公桌上突然多了一笔钱，这笔钱来历不明，你过来一趟，把钱收了，捐给红十字会或者纪委都可以。记住，必须给萧北写张收据，手续要齐全。严景辉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他原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没想到秦若曦竟然直接让他来处理这笔钱。秦市长，这钱怎么会出现在萧秘书的桌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严主任，钱是谁放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处理。你作为市政办主任，应该很清楚纪律和规矩，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务必妥善处理。是，秦市长您放心，我这就过来处理。妈的，秦若曦这女人真够他妈阴的，气死我了。然而他不敢耽搁，立刻起身赶往市长办公室。秦市长，我来了。钱在这里，你清点一下，然后写张收据给萧北。严景辉强忍着心中的不快，打开塑料袋，装模作样的清点了一下现金，随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收据单，飞快的填写起来。萧秘书，这是收据，你收好。谢谢严主任。哎呀，萧秘书太客气了，这种事情以后一定要及时汇报，可不能马虎啊。严主任，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处理？秦市长，我这就把钱捐给红十字会，保证手续齐全，公开透明。很好，记得把捐款凭证复印一份，交给萧北存档。是，秦市长您放心，我一定办好。辛苦了，你先去忙吧。严景辉如蒙大赦，拎起塑料袋，快步离开了办公室。妈的，偷鸡不成蚀把米，秦若曦这女人真是难对付。20万啊，就这么没了，还得自己掏腰包去捐给红十字会，这叫什么事啊？小萧，这件事你处理得很好，官场上诱惑很多，但一定要守住底线。秦市长，我明白，我会时刻保持警惕，绝不给您添麻烦。很好，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下班吧，今天辛苦了。秦市长，你也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对了，小萧，还有件事。秦市长，您还有什么吩咐？明天一早，你准备一下，陪我下乡一趟。萧北接过文件，低头扫了一眼，发现是一份关于某县扶贫项目的汇报材料。他心中一动，隐约猜到了秦若曦的意图。秦市长，这次下乡是公开调研还是暗访？这次我们不通知当地政府，直接去村里看看实际情况。我明白了，秦市长，我会准备好相关资料，确保行程保密。这次暗访的重点是扶贫资金的落实情况，最近有不少群众反映，某些地方存在虚报冒领、挪用资金的现象，我们必须亲自去看看，不能只听汇报。秦市长，这次暗访是否需要带其他人员，比如纪委的同志？不用，人多眼杂，反而容易打草惊蛇。就我们2个人，轻车简从，直接进村。萧北心中一紧，知道这次任务非同小可。我明白了，秦市长，我会安排好车辆和路线，确保行程安全。你敢信？我刚升任市长大秘，就有人给我行贿20万，然而我却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了市长，市长立即安排帮我处理了这笔赃款。秦市长，您请上车。小萧，这车不能开。秦市长，这车是市政府的普通公务车，应该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吧？
这车虽然不算显眼，但车牌是市政府的，开到村里太明显了。我们这次是暗访，不能打草惊蛇。是我考虑不周，秦市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换一辆私家车？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坐公交车去。萧北有些惊讶，显然没想到秦若曦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怎么，觉得我这个市长坐公交车不合适？不是，我只是觉得公交车可能不太方便，毕竟路上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小萧，我们这次是去暗访，不是去享受。坐公交车不仅能掩人耳目，还能更贴近群众，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你觉得呢？萧北心中一凛，立刻明白了秦若曦的用意。秦市长说的对，是我考虑的太片面了。还有一件事，你要记住，在外人面前不要叫我秦市长，叫我姐就行。萧北一时没反应过来，有些迟疑。怎么，觉得我年纪太大，当你姐不合适？不是，您也就比我大几岁而已，只是突然这么叫，有点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姐弟，你是我表弟，陪我去村里探亲，明白了吗？萧北心里却有些忐忑，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和美女市长以姐弟相称，更没想到秦若曦会如此自然地进入这个角色。明白了，姐。走吧，我们去公交站。秦若曦的步伐轻快，仿佛真的成了一个普通的市民，而萧北则跟在他身后，心里却有些紧张。姐，我们要不要买点东西？毕竟是去探亲，空着手不太合适吧？不错，想得挺周到。那我们去旁边的超市买点水果和礼品吧。两人走进附近的超市，买了一些水果礼品。结账时，萧北看秦若曦娴熟的动作，甚是好奇。姐，您平时也会自己买东西吗？怎么，觉得市长就应该有人伺候着？不是，我只是觉得您平时工作那么忙，应该没时间自己出来买东西吧？小萧，市长也是普通人，也会买菜做饭，只不过平时工作太忙，确实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萧北心里对秦若曦的敬佩又多了几分。就在这时，公交车缓缓驶入了站台。车来了，我们上车吧。与此同时，远在市政府的严景辉正坐在办公室里，脸色阴沉地打着电话。什么？秦若曦今天没来上班？他皱着眉头，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安。是的，严主任，秦市长的秘书萧北也没来，听说他们一早就出去了。严景辉心中一惊，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不清楚，秦市长没跟任何人说。严景辉挂断电话，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这俩人到底在搞什么鬼？小萧，你有没有坐过公交车？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坐，工作后就很少了。我也是，以前在基层工作的时候，经常坐公交车下乡，后来调到市里，就很少有机会了。今天坐上来，感觉还挺怀念的。萧北发现，今天的秦若曦和平日里那个严肃的市长完全不同，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大姐姐，亲切而自然。车子一路颠簸，窗外的景色渐渐从城市的高楼变成了乡间的田野。秦若曦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上了眼睛，似乎有些疲惫。姐，您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好，那我们一会儿到了叫我。也许是有些疲惫的缘故，秦若曦很快就沉沉睡去。萧北看着秦若曦微微闭目的侧脸，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萧北的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他赶紧移开视线。萧北，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他可是市长啊，是你的领导。就在这时，公交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一对年迈的老人上了车，车上已经没有空座位了，大家都装作没看见的样子，没人打算上前让座。两位老人站在过道上，萧北见状，正想起身让座，却见秦若曦已经睁开了眼睛，迅速站了起来。大爷大娘，您二位坐这儿吧。不用，姑娘，你坐吧，我们站一会就行。大娘，您腿脚不方便，还是坐下吧，我们年轻人站一会儿没事的。姑娘，你真是好心人啊。大爷，您坐我这儿吧，我年轻力壮，站着没事。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们。姐，您可是领导，让座这种事应该我来才对。领导也是普通人，更应该以身作则，让座这种小事不分身份地位，而是看一个人的本心。我们作为公职人员，更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记住了没？姐，您说的对，是我觉悟不够。你年轻，慢慢来，重要的是心里要装着群众。两人正说着，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秦若曦猝不及防，身子猛地向前倾去。萧北眼疾手快，一把扶住秦若曦的肩膀，将她稳稳地扶了起来。姐，您没事吧？没事，刚才刹车太突然了。就在这时，秦若曦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一只手不怀好意地摸上了她的臀部，她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猛地转身，目光凌厉地看向身后，一个小流氓正一脸猥琐地看着她，显然没想到她会突然转身。清脆的耳光声在车厢内响起，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你敢打我？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耍流氓，打你是轻的，再不收敛，我让你进派出所。小流氓被他的气势镇住，但很快反应过来，觉得自己丢了面子，顿时恼羞成怒。臭娘们，你找死啊！然而他的手还没碰到秦若曦，就被一旁的萧北一把抓住。萧北脸色阴沉，手上用力，小流氓顿时疼得龇牙咧嘴。你放开我！
敢对我姐动手，你活得不耐烦了？小流氓还想挣扎，但萧北的手劲极大，他根本动弹不得。道歉。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萧北冷哼一声，松开了手。小流氓顿时瘫坐在地上，狼狈不堪。就在这时，公交车恰好到了一个临时停靠站，小流氓头也不回的跑远了。小伙子，干得漂亮！就是这种流氓就该好好教训。大家别夸了，这种人就是欠收拾。秦若曦站在一旁，看着萧北被众人夸赞的样子，嘴角微微上扬。小萧，刚才表现不错嘛。姐，您没事吧？刚才那家伙没伤到您吧？没事，就他那点胆子，还伤不到我。不过你刚才那一下倒是挺帅的。姐，您就别取笑我了，我就是看不惯他欺负人。看不出来啊，你平时看着挺斯文的，动起手来还挺利索。看来我不仅多了个秘书，还多了个保镖啊。姐，您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得申请双份工资了。哟，这才刚夸你2句，就开始讨价还价了。行啊，等你哪天能帮我挡子弹，我就给你双份工资。那还是算了，挡子弹这种事太危险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当秘书吧。你啊你，真是越来越平了。两人闲聊了一会后，公交车缓缓驶入碧石镇。秦若曦和萧北下了车，刚走到村口，便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喧哗声。只见一大群村民围在一起，情绪激动地与一队施工人员对峙着。你敢信我和美女市长暗访碧石镇，却不料在车上竟有混混敢对美女市长动手动脚，而我挺身而出，反手就将混混做人，在美女市长心中的地位再次加深。这是我们的地，你们凭什么说占就占？就是你们这些开发商眼里只有钱，根本不把我们老百姓当人看。这块地已经合法征收了，手续齐全，你们再闹也没用，赶紧让开，别耽误我们施工。合法？我们怎么不知道？你们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吗？大家冷静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说，不要冲动。你是谁？能管这事吗？我们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今天来这里就是了解情况的。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说，我会尽力帮大家解决。村民们一听是市里来的领导，顿时像找到了主心骨，纷纷围了上来。领导，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他们二话不说就要占我们的地，连个说法都没有。是啊，这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种了几十年的，怎么能说占就占？请问这块地的征收手续是否齐全？是否依法进行了公示和补偿？我只是听上面的命令干活，手续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们要问，等我们老板来了再说吧。他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声，一辆黑色汽车缓缓驶来，停在了人群外。一个中年男人走了下来，身后跟着2名身材魁梧的保镖。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开工？老板，这些村民不肯让开，还闹事，说是要讨个说法。这俩人好像是从城里来的。廖三金冷哼一声，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了秦若曦身上。你是哪来的？在这儿多管闲事。我是谁不重要，我想问你，这块地的征收手续是否合法？是否经过了村民的同意？如果没有合法手续，你们不能强行施工。合法手续？我告诉你，这块地是市里重点项目的用地，手续早就办好了。你们这些村民别在这儿闹事，耽误了工期，你们赔得起吗？你胡说，我们根本没看到什么手续。就是你们根本没跟我们商量过。少废话，我告诉你们，今天这地我是占定了，谁敢阻拦，就别怪我不客气。叫铲车过来，谁敢挡路，直接压过去。你敢？光天化日之下，你还想动手伤人？我劝你别多管闲事，识相的赶紧走，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不管这是谁的项目，只要没有合法手续，我就有权叫停。你敢动一下试试，我立刻报警。廖三金被他的气势震住，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好，你有种，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给我开过去，谁敢挡路，直接压过去。铲车司机犹豫了一下，但看到老板凶狠的眼神，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前开。村民们见状，纷纷惊呼起来，场面一度就要失控。就在这时，萧北突然站了出来，挡在秦若曦面前。住手！你们这是违法施工，再往前一步，我就报警了。小子，你算哪根葱？敢拦我的车，给我压过去！铲车司机咬了咬牙，继续向前开。萧北见状，心中一紧，但他没有退缩，而是掏出手机，迅速拨通了报警电话。喂，这里是碧石镇村口，有人违法施工，还威胁村民，请你们马上过来。廖三金听到萧北报警，脸色一变，小子，你找死！不久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迅速停在人群外。这不是孔队长吗？怎么这点小事还劳您亲自出马？廖老板，这里是怎么回事？怎么闹得这么大？孔队长，您可别误会，我们可是合法施工，手续齐全。这些村民无理取闹，还动手打人，我这可是正当防卫啊！你胡说，你们根本没手续，还想强占我们的地？你们是？我们从城里来探亲，刚好碰到这事，乡亲们质疑这块地的征收手续，于情于理，开发商都应该给大家拿出来看看吧。秦若曦多留了个心意，并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身份，他就是要看看这碧石镇的官场会黑成什么模样。孔队长，您听听，这你的口气不小，不过我劝您别多管闲事，毕竟咱们可是老交情了，您说是不是？廖老板，请注意你的言辞，这件事我们会依法处理，请你配合调查。廖三金见孔文远不吃他这一套，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行，孔队长，你铁面无私，我佩服。不过你可别忘了，你们碧石镇的派出所所长孙守成可是我老朋友，一会儿借了局子，我倒要看看谁还能保得住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孔文远闻言眉头紧锁，但并未多言，把所有人都带回局里详细调查。姐，
这廖三金看起来背景不简单啊。我就是要看看他背后到底有什么人罩着，能让他这么嚣张。警车缓缓驶入 B 市镇派出所，秦若曦和肖北被带下车，刚走进派出所大厅，一名身材微胖、满脸油光的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迎了上来，正是派出所所长孙守成。哎呀，廖老板，你怎么来了？孙所长，这2个人妨碍我施工，还动手打人，你可得好好处理。放心，我一定秉公处理。所长，这件事有些复杂，村民们对征地手续有疑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调查清楚？我说孔大队长，这事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会处理的，你先去忙别的吧。孔文远还想说什么，但看到孙守成不耐烦的眼神，只能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你们2个跟我来，说吧，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为什么妨碍廖老板施工？孙所长，我们是来探亲的，刚好看到村民们在维权。作为公民，我想我们有权利帮村民们伸张正义吧。伸张正义？你们算什么东西，也配谈维权？孙所长，你这话就不对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你作为执法人员，不应该秉公执法吗？放肆！这里轮不到你教训我。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事你们别想轻易了结，识相的赶紧认错，给廖老板道歉，不然我就把你们关起来。孙所长，你这是要滥用职权吗？滥用职权？哼，在这里我就是法，你们要是再不识相，就别怪我不客气。孙所长，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你就不怕事情闹大了，收不了场？老大，就凭你们，我告诉你们，在 B 市镇还没人能翻出我的手掌心。孙守成，你这是滥用职权，你就不怕被撤职吗？撤职？在 B 市镇还没人敢撤我的职。秦若曦却依旧神色淡然，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孙所长，希望等会你别后悔就行。所长，不好了，县委书记齐振民带着人来了，已经到了派出所门口。什么？齐书记今天怎么可能会过来？没收到视察的通知啊！齐书记，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吩咐一声就行，何必？齐书记，您这是……孙守成，你好大的胆子！谁给你的权利滥用职权？谁给你的胆子乱抓人？孙守成被这一耳光打得晕头转向，听到齐正明的质问，心中更是慌了。齐书记，您误会了，我是依法办事，有人妨碍施工，还动手打人，我这是……闭嘴！